新兵的训练营成绩很差，差点被分配去炊事班喂猪，幸好被一位老兵班长看中，让他成为了一名驻守边关岛屿的后勤兵。新兵不愿辜负老兵的期望，立志成为一名兵王。可令他如何都想不到的是，会有敌军突袭他驻守的岛屿，老兵班长不幸战死，而他也沦为了逃兵。你们还我儿子，他走的时候还好好的。哭有什么用？哭就能让儿子回来了吗？十分抱歉，陈军驻守的1号岛屿意外遭受敌军突袭，我方反应不足，才导致了他的失踪。同志，你的意思是我的儿子当了逃兵？不，我们坚信生长在红旗下的陈军同志绝不可能做逃兵。妈的，老子当年也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，真要生出这种窝囊废，我第一个掐死他。你敢？都是你把他惯的。要是他新兵成绩考核突出的话，会被分配去守小岛吗？你还有脸说我？眼看夫妻俩就要动手了，尤俊达赶忙伸手拦住。老班长、嫂夫人，你俩都消消火，我们已经派人全力去搜寻了，相信很快就有结果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当尤俊达走出别墅大门时，他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。谁能想到，陈军不仅仅是个红二代，还是个富二代呢？养尊处优惯了，怪不得新兵考核成绩那么差呢。身为富二代的陈军能被送去参军，已经很让尤俊达刮目相看了。而通过这次短暂接触，他对老一辈的赤诚爱国心给彻底打动了。不管花费多大代价，一定要找到陈军的下落。连长尤俊达坐上军车，一踩油门便冲了出去。被称为逃兵的陈军，此刻虽然衣衫褴褛，但他还没有放弃每日的体能训练。999、1000、1001。陈军全身肌肉暴起，他拼命压榨潜力的样子已经接近疯狂。检测到宿主对自身够狠，超级黑客系统已激活。妈的，你终于来了！系统有没有新手大礼包啊？给老子来一个！宿主获得黑客大礼包，是否选择融合？是。黑客技能正在融合中。陈军的身体被一层薄薄的黑雾笼罩，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的变化。刺杀术融合中，融合已完成，宿主身体获得初始强化，强化程度为1%。陈军直接跳了起来，感觉身体轻盈了不少。这还只是强化了1%，要是强化100%，那不得原地起飞了，嘿嘿。陈军正想着美事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多了一些生涩的信息内容。与此同时，陈军的脑子里还出现了一个小人，在不断地演示着刺杀术的动作，好像在放电影一样。这便是刺杀术吗？只是处于初级阶段，就感觉杀意无限了。要是练到大成的话，岂不是能够做到武侠里那种飞叶伤人的壮举吗？陈军自说自话着，又准备拉开架势，耍上一遍刺杀术，却在这时，系统突然给他发布了任务：初始任务已触发，宿主可主动出击，击杀所有来犯之敌，每击杀1人，可获得100点经验值，经验值可用来给系统升级，升级后会解锁更多功能。通过这20多天的周旋，敌军的规模，陈军摸出了大概。原先只凭他自己，确实无法跟他们硬碰硬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。那么就先拿你们这些畜生来试试水了。陈军一个纵跃，身体像猿猴一样攀上一根树枝，晃荡着就飞了出去，转眼就消失了身影。自此以后，茂密的森林里便出现了一位行踪飘忽的幽灵，两个脸上涂着迷彩的歪果雇佣兵，紧张地在密林中巡查着。却在这时，一道黑影从他们头顶落下，有埋伏，快呼叫！另一名雇佣兵刚刚反应过来，黑影已经到了眼前，一道刀光闪过，雇佣兵难以置信地倒地而亡。恭喜雇主获得经验值100×2，经验值已达标，是否开启升级？就等你了，开始升级。系统升级已完成，恭喜宿主获得升级奖励大礼包1份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升级还有大礼包拿，双赢！打开升级大礼包，升级礼包已开启，恭喜宿主获得身体强化机会1。来得正好，开始强化。身体强化开启中。1号岛屿上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，遇到少量敌人，陈宇还能将其击杀，碰到的多了，就只能干看着了。身体再次强化后，就多了不少的变数。杀！凛冽的杀意从陈军身上散发开来，他纵身一跃，便消失在了密林丛中。一个雇佣兵推着一位英姿飒壮的女子从这里经过，陈军正趴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，低头看着下面两人的一举一动。5级，你就算把我交给他们，自己就能洗脱嫌疑了吗？安然，龙国特工秘密潜入1号基地，探查雇佣兵动向。安然，你知道我一直喜欢你，可你却跟别人订了婚。我这么拼尽一切，甚至成为雇佣兵，都只是为了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。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？5级，孤儿出身，后被安然父亲收养，一起长大，后被培养成了特工，秘密出海参加卧底任务。这是父辈们的决定，我也做不了主，更何况你。闭嘴，别跟老子提那个老东西。情绪激动的5级突然举起 AK 步枪，一脸坏笑地盯着安然。趁现在还有时间，老子先把你办了。我认定的女人，谁都别想抢在老子前头得到你。你干什么？不要过来！看在树下狗血的一幕，陈军忍不住摇了摇头，他悄悄溜下了树，顺手拔出了锋利的匕首。
新兵刚被分配去驻守海岛，就遭遇了境外雇佣兵突袭，海岛转眼间就失守了。新兵凭借着过人的逃跑本领，成功逃进了基地外的密林。经历了20多天的非人折磨后，新兵成功又杀了回来。这次他下定决心报仇雪恨，只见寒光一闪，正要行不轨之事的武吉便软倒在了地上。你叫安然是吧？对，你是谁？我叫陈军，是驻守1号岛屿的新兵。这座岛已经被雇佣兵占据了，你赶紧离开这里，去外面呼叫援兵。我为什么要信你？信不信是你的事情，叫不来援兵，这座岛上牺牲的士兵们都要算在你头上。你怎么不自己去叫救援？我要留下来，给我们牺牲的同志们报仇。不给安然拒绝的机会，陈军便闪身跳进了茂密的灌木丛中，就此消失了身影。喂，你！安然迟疑了片刻，观察了一下周围地形，快速朝着孤岛外围冲去。这些外国雇佣兵所使用的武器都很先进，恐怕1号基地已经改造过了，想要轻松摸进去，可能不会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由于条件有限，1号基地的防御工事是很简陋的，这也是外国雇佣兵能够轻松突袭上岛的主要原因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些巡逻的雇佣兵，4人为一小组，距离最远为200米，发现异常只需要2分钟，这个窗口期是可以被利用的。眼看着附近的一支巡逻小队走到了最远距离，陈军果断掏出准备好的石子丢了出去。什么动静？我过去看看。喂，小心有诈！你去查看，我们原地待命。这鸟不拉屎的破岛哪会有什么敌人？别自己吓自己了。你们忘了那个逃出去的龙国兵了吗？你说他呀，除了跑得快点，没有什么太大本事，现在还被撵得像狗一样，在丛林里到处躲藏呢。只有一个雇佣兵脱离队伍上前查看，但这对陈军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尝尝刺杀术的真正实力吧。陈军悄然滑下树干，躲在树干的背后。过来吧你！只听得扑哧一声，一把锋利的匕首便捅进雇佣兵脖子，然后陈军便把雇佣兵的尸体暂时丢在了灌木丛中。咦，那家伙怎么突然跑到树后面去了？应该是尿急，跑去解决了吧？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是被人拖到树后面去的？别说胡话，哪里有人？你产生幻觉了吧？不对劲，咱们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还是先上报吧。怕啥？咱们3个一起，就是队长来了，也没法短时间解决咱们，到时候再上报不迟。剩余3个雇佣兵打定主意，朝着陈军藏身的树后摸来。过来吧你！匕首挥舞，又快速解决一个雇佣兵。谁说话？被伤了手腕的雇佣兵刚要张嘴呼喊，却被一张沾满血迹的大手捂住了嘴巴。走你！手中匕首闪烁，再次解决一名雇佣兵。原来是你，快来！废话真多。陈军顺手接过对讲机，不让他摔落在地上，发出太大的响声。时间还来得及，幸好那3个雇佣兵一起来了，要是真的一个一个引诱起来，那可就太麻烦了。确认没有被人注意到后，陈军直接钻进了1号基地，靠上了那堵很是熟悉的院墙。虽然在这海岛上建院墙没什么用，但我就喜欢半夜爬起来，偷偷拿它练手。凭借着对于1号基地的熟悉，陈军清楚地记得，这堵院墙后就是基地的污水管道。雇佣兵们可能会在多个地方设防，但唯独污水管道不会。还好，我果然猜对了。污水管道附近果然只有零星几个雇佣兵在漫无目的的巡逻。陈军用管道遮掩行迹，轻松摸到了污水管道的排污口。我记得系统被激活时说过，是因为自己够狠才触发了系统机制。那么我再对自己狠一点，会不会有奖励呢？陈军屏住呼吸，一头扎进了污水管道里。因素组队自身过度凶残，现出发现时任务，任务目标躲避掉所有搜查，秘密潜入基地仓库。嘿嘿，果然被我猜中了。确认了奋斗目标后，陈军也不再嫌弃污水管道里的污臭，爬得格外卖力。却在这时，从基地外传来了急促的口哨声。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让雇佣兵们都紧张起来。我再顺管道爬进去，绝对吓他们一跳。排污管道7拐8拐，陈军爬得很是费力，但好在1号基地结构并不复杂，陈军凭借着记忆，很快就摸到了基地仓库的下方。没有动静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出去了。陈军试着推了一下井盖，却怎么都推不动。我记得这上面没压重物才对吧？陈军不知道的是，雇佣兵把守岛战士们的尸体都堆放在了一个大木柜里，而那木柜正好压在井盖上。妈的，真是见鬼了，这可咋办？1号基地构造很简单，下水管道铺设也并不复杂，所以能供陈军爬出来到井盖并不算多。有了，我记得离仓库不远就是基地的厨房，因为那里用水量大，所以有2个下水口，我从那边爬出来也一样。陈军继续往前爬，由于已经深入到了基地下方，他担心被雇佣兵们听到动静，所以爬得格外小心。由于厨房用水量大，工程兵们担心会有杂物堵塞了排污管道，所以便在厨房下方挖了个不小的池子，用来减少排污管道的压力。但池子里杂物淤积的久了，那味道可就无法形容了。妈的，老子拼了！
新兵驻守的岛屿遭遇了匪徒的突袭，战士们全部被杀，其中包括了对新兵有恩的老班长。新兵一怒之下，竟一人杀向了敌人老巢。污水池里的恶臭堪比粪池，陈军虽好屏住了呼吸，可还是被熏得直流眼泪。妈的，以前进厨房的时候怎么一点都不觉得臭呢？陈军爬到厨房位置的时候，已经确认过了，上面没人。太好了，一次就成功了。眼下陈军身体悬空，而厨房的排污口是需要往上顶才能打开的，这让陈军有些为难。困难总比办法多。妹的，检验体能的时候到了。陈军抓着排污口的双臂，缓缓举起，将他整个身体带了起来，然后他猛地一个收腹，双臂便用力朝着上方顶了一下。有戏。担心发出的声响会吸引来雇佣兵探查，所以陈军故意停顿了许久，确认没有任何异常后，才做出了第二次卷腹运动。不得不说，我现在的体力真好，挂了这么久，还有力气做卷腹运动，真是神了。2次强化身体的效果在此刻凸显了出来，让陈军越发期待着第3次身体强化的机会到来。走你！有了借力的地方，陈军轻松推开了排污口，然后爬了出来。可不等他长出口气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愣在了原地。同志们，我会为你们报仇的，祖国绝不可能忘记你们做出的牺牲。强忍着内心的不适，陈军快速走出后厨，透过前厅窗口的玻璃，朝着外面张望。杀！陈军如同鬼魅一般，快速扑向巡逻的雇佣兵。听说外面有人杀进来了。该不会是龙国的特工吧？不可能，咱们的人分布岛礁各处，除非龙国特工长了翅膀，否则没人能闯进这里而不被知道。你们说会不会是那个逃走的龙国士兵啊？当初那家伙被撵得像狗一样，他真的有这个本事，那还需要跑吗？你说谁像狗呢？寒光闪过，之前还在开玩笑的雇佣兵瞬间就倒地不起了。快来！其他2个雇佣兵刚刚抬起枪口，2柄匕首便精准地命中了他们的眉心。一次性处理4个雇佣兵，难度还是有点大，估计听到枪声的雇佣兵们马上就要围过来了。撤！陈军果断向不远处的物资仓库冲去，然而当他进入仓库后，眼前残忍的一幕瞬间就让他泪崩了。老班长和其他牺牲的战士就像货物一样堆叠在一个大木箱里。老班长，同志们，今天我陈军不杀进那群畜生是不为人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现实任务，获得现实大礼包1，获得经验值加1000，系统符合升级标准，是否升级？升级。系统商城已解锁，积分功能已解锁，宿主目前的积分为1万点。陈军打开系统商城，毫不犹豫地兑换到了一把狙击步枪，连带着又兑换了数百发狙击子弹和手雷。他已经做好了跟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。打开现实大礼包，礼包已开启，恭喜宿主获得身体强化机会1，获得被动技能枪械精通。来得好，畜生们都给我死！仓库外正有成群结队的雇佣兵围来，一群废物被人家当猪杀，却连敌人在哪都不知道。老大，不是兄弟们不中用，实在是敌人太强大了呀！闭嘴！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敌人找到。老板的生意要是黄了，你我都要完蛋。老大，我已经召集所有弟兄对这里展开地毯式搜查了，要是这都找不到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哼，除非他是鬼，会凭空消失，否则他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。赶紧滚去找人，要是再找不到，老子一枪崩了你！是。老大，仓库位置发现了敌人的踪迹，兄弟们都包过去了。干得好，我倒要会会他，看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。抓活的，能在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溜进来，对方也是个人才，留着或许有大用。可是老大，敌人下手太过狠了，从来不留活口，要想抓活的，难度有点高啊。看情况而定吧，真要迫不得已，那就把他做掉。是，赶紧滚吧。艾德带着几个心腹手下朝着仓库区域赶去。都给我死！狙击子弹如同催命的阎王，每一枪下去就会有一个或者多个雇佣兵倒下。妈的，老子炸死你丫的！我尼玛，这还是人吗？枪法也太准了吧！起初还有几个雇佣兵仗着胆大朝着仓库还击，可当他们一个个被精准狙杀后，没人再敢靠近仓库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都躲起来干嘛？卧槽！看到了吧？不是弟兄们不想冲，是敌人开了挂。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狙得过我？艾德曾服役于漂亮国特战队，是一名极其老练的狙击手。死在他枪下的敌人，没有100也有90了。让我看看你有多少本事吧！杀红眼的陈军突然发现敌方阵营里有一点反光闪烁，想对狙，谁给你的胆量？丁，现实任务已触发，任务目标：击杀野狼雇佣兵头目和2当家，破坏漂亮国阴谋，便可获得现实大礼包1份。呵呵，来得好。轮到我了。艾德扣动扳机，子弹故意偏了一个角度。他还记得临走时老大交给他的任务。卧槽，这怎么可能？
新兵为了给牺牲的战友们报仇，竟一人杀入了敌人的老巢。他凭借着一把狙击步枪，却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。新兵的枪法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竟连飞行的子弹都打不下来。这特马的有鬼吧！再让他开枪下去，我们都得去见上帝。二哥，那我们现在该咋办？让兄弟们把手雷收集起来，一起扔过去，就不信炸不死他。啊！很快，一群雇佣兵就把身上的手雷都集中在了一块。听我口令！不等艾德把话讲完，一颗子弹就朝着他抬起的手射来，吓得他连忙翻滚了出去。给我扔！看到手雷飞起的陈军，并没有选择直接躲开，而是紧紧盯着那些手雷的飞行轨迹。陈军，你可以的。凑在一起扔出的手雷，其中一颗被陈军点爆，连带着把其他手雷也引爆了。幸好这个物资仓库做了1级抗震加护，否则那些手雷的破片都够我喝一壶的。嘿嘿，这次轮到我了。由于雇佣兵们不再冒头乱冲，陈军再想狙杀对方就有些难度了。小心手雷，都躲开！妈的，这都弄不死他，这家伙开挂了吧？二哥，咱们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是赶紧撤吧。放屁！咱们这么多人被他一个人打退了，说出去都丢人。况且我还没用上真正实力呢。艾德决定放弃活捉陈军的想法，陈军给他造成的压力是从未遇到过的巨大。镇定，他只是一个人，不是神。听到枪响的那一刻，陈军便已经调转了枪管，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尼玛，又来，我就不信了。来得好！陈军连续拉动枪栓，也打出了3发子弹，并且精准命中了飞行中的3颗子弹。第一发可能是凑巧，第二发可能是撞大运。妈的，一直点爆飞行子弹，这是人能做出来的？二哥，快跑吧，晚点就来不及了。撤！嗷，疼死我了，快跑！艾德跌跌撞撞的想要远离仓库区，但子弹可不会让他离开。2发子弹，一发命中艾德后心，一发命中艾德后脑。早知道就不来了。恐怖氛围笼罩全场，有人起身就跑，却被精准点名；有人起身反击，刚刚露头就被秒了。只有那些抱着脑袋躲在掩体后瑟瑟发抖的雇佣兵，才勉强捡回了一条命。我说过要给死去的战友们报仇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跑。仓库区的战况很快就传到了指挥室。你说什么？艾德被人击杀了？是呀，老大，我还是被几个忠心的弟兄拿身体挡了子弹，才侥幸跑回来报信的。艾德那家伙虽然贪生怕死了一点，但枪法还是没得说的，他都对不过对面，那对面可就有些强的可怕了。老大，快带兄弟们走吧，这岛不能待了。不行，老板的任务不能黄了。这样，你们留下来跟他周旋，我去呼叫支援。啊，老大，你把我们留下，恐怕就不是跟他周旋了，而是被他挨个屠杀了。少废话，我让你们怎么做，你们就怎么做。行吧。小弟满腹牢骚的跑走，去召集更多的雇佣兵去仓库区支援了。还有这么多人？陈军兑换的狙击子弹已经快要用完了，可雇佣兵仍大波朝仓库涌来。刚刚系统提示我击杀了野狼雇佣兵团的小头目，奖励了1000点经验值，却没有奖励积分，看来必须要把他们的大头目打掉，任务才算完成吧。却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。听声音是从基地指挥室那边传来的，十有八九就是雇佣兵的大头目吧。陈军缓缓抬起狙击步枪，用狙击倍镜观察着远处情况。目标1200米，缓速运动，风速0.3，天气晴朗，适合狙击。陈军，你可以的。子弹高速飞向缓速上升中的直升机，并精准命中机腹油箱位置，但并没有引燃油箱。好，再给我2次机会，一定能把它打下来。坐在直升机上的刘易斯被控制台的蜂鸣声吓了一跳。怎么回事？油箱被击破，正在大量漏油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刘易斯从座位上弹坐起来，难以置信地看向仓库区方向。妈的，这里距离仓库区少说也有上千米，机身还在移动爬升中，这是人能打中的吗？不好，对方就开了一枪。还愣着干嘛？快速爬升啊！现在油箱漏油，急速爬升的话，飞机很大概率会失控。妈的，现在哪还管得了那么多？保命要紧，赶紧爬升。好了，出了事我可不负责。不用你负责，能够活着逃出去，再考虑负不负责的问题吧。直升机急速爬升，堪堪躲过了第2枪，但油箱漏油的速率又加快了几分。通过狙击倍镜看到这一幕的陈军，气得狠狠捶了一下墙。我说过，没有给我的战友们报仇雪恨之前，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陈军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，他抱着狙击步枪就跳出物资仓库，他一边疾奔，一边瞄准高速移动的直升飞机。这一刻，肾上腺素狂飙的陈军感觉时间都变慢了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现实任务，获得现实大礼包1份，获得经验值加5000，获得积分加10000。此时，陈军根本没心思去听系统提示了，因为敌人的子弹正在奔着他高速飞来。
新兵宛如战神附体，一人打掉匪徒大小头目，还在敌人的围攻中闪避大部分子弹，并成功逃脱敌人老巢。如此彪悍的战绩，把军区的大佬们都惊呆了。肾上腺素狂飙的陈军，行动速度近乎飙升1倍，精神高度集中的他也忘记了疼痛。你们的老大已经被我击毙了，再负隅顽抗的话，我让你们全部死在这里。这尼玛还是人吗？这家伙开挂了吧？老大真的被击毙了吗？咱们还要继续战斗吗？别听他的，他一定是炸咱们的。可是那架直升飞机真的被打掉了呀！这里能叫来直升机的，除了老大，还能有谁？另一边掩体后的陈军却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肾上腺素退下后，他感觉又累又困，但小腿上的痛楚又让他无法昏睡过去。迷迷糊糊中，他好像听到了战舰的鸣叫声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速速缴械投降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听到岛外的警告声，陈军笑着调侃了一句：“你妹的，岛上的都是外国佬，你喊龙国话，他们能听懂才有鬼了。”知道救援赶到后，陈军始终绷紧的神经瞬间放松下来，他昏迷了过去。陈军猛然睁开了双眼，却只看到了洁白的天花板。我这是在哪？头好痛啊！嘿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？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？我是你在1号岛礁上救下的安然啊。Oh my god， 这里是哪？你猜？切，这里是军区医院了。我昏迷了多久？3天了。1号岛礁上的雇佣兵都被击毙了吗？没有，他们的头目被击毙了。要问出他们突袭1号岛礁的目的，所以留了几个雇佣兵。你先别失望，雇佣兵是不受国际法律保护的。等问出想要的信息后，他们也会被毙掉的。老班长，我终于替你报仇了，你都看到了吗？你说的老班长对你很重要吗？比命都重。安然不再说话，而是盯着陈军的脸，怔怔出神。你在看什么？我脸上有花吗？喂，那岛上的雇佣兵，包括大小头目在内，真的都是你击毙的吗？那你觉得会是谁？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特工训练营？没兴趣。你别急着拒绝，等你考虑好了，欢迎给我打电话。陈军缓缓闭上眼睛，没接那张名片。安然不以为意，反倒把那张名片轻轻放在了床头柜上。你休息吧，我晚些时候再来陪你。不必了，帮我办理一下出院手续。啊，陈军，你别冲动，你的小腿中弹了耶。我说了，我要出院。好，你别激动，我给你想办法好吧。待安然离开后，陈军把被子蒙在头上，默默地哭泣起来。陈军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现在申请退伍的话，会被作为逃兵处理的。见陈军绷着脸不说话，尤俊达又改变了游说策略。你看，上头给你评定了2等功，荣誉勋章过2天就送来，还有立功牌匾也会送到你家里的。你真的不再等等？连长，我想回家看看。好，给你1个月的假期，够不够？不够还可以再加。够了。好，请假申请我会替你写的，你直接走就行。谢谢连长。陈军离开了连部，却被路边的一辆军车拦住了去路。上车。陈军没有理会，而是径直朝前走去。安然就开着车一路跟着，也不说话。能不能让我独自走会？可以。那你跟着干嘛？没个呀，只是顺路而已。行，算你狠。上车。被缠的没脾气的陈军拉开车门就坐在了上去。耶，不想说话。你可以不说话，听着就好。拉着，是你爸让我给你的。我爸，你调查我家？别，我可没这个胆量。叔叔可是咱们军区的名人，稍微一打听就知道了。我不会联系你的。随便。怪不得你这么厉害，原来是功勋之后啊。那又怎样？不是该被遗忘，还是遗忘？雇佣兵团突袭1号岛礁，虽然突然，但后续20多天，陈军始终等不来救援，心里要是没一点怨言，那都是圣人了。陈军，你应该明白的，1号岛礁的处境多少有些敏感。那也不是置所有守岛战士性命于不顾的理由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陈军，我爸要见你。不见。你爸下的命令必须要见。呵呵，果然还是能人才能训能人啊。咱们这是去哪？送你回家。你也跟着去？叔叔阿姨可喜欢我了，非要我去不可。你是知道的，我擅长拒绝别人。算了，去就去吧。军车上，安然有一搭没一搭的跟陈军瞎聊着，但陈军却很少回应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组织上不会抛弃咱们儿子的。叔叔阿姨好。里都好都好。爸妈，我累了，先去休息了。喂，你这孩子。让他去吧，孩子累了，应该多休息。你就宠他吧，早晚宠出事来。陈军返回卧室，直接反锁上门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。对了，上次的系统奖励的大礼包还没打开看看呢。系统打开限时大礼包，礼包一开启，恭喜宿主获得身体强化机会+1，获得主动技能密码破解。密码破解什么玩意？密码破解，宿主精通密码学，可破解任何加密密码以及加密通信能力。
新兵荣立2等功，而他却一心退伍，只因驻岛的经历让他不愿面对现实。本以为自己的军旅生涯就要到此结束了，然而一条加密的备忘录却让新兵彻底改变了人生。在家里躺了1周的陈军，终于舍得离开了卧室。百无聊赖的他，正心不在焉地拨弄着老爸的手机。瞧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老子当初在战场上什么生离死别没见过，还不是都挺过来了？行了，你少说2句吧，整天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，你烦不烦啊？你还有脸说我儿子都是被你惯的，一点承压能力都没有，哪点像个当兵的样子？怎么就没有当兵的样子了？你儿子可是立了2等功了，有没有兵样子？部队还看不出来。眼看自己的爸妈又要像往常一样，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白脸的配合演戏了，陈军很不耐烦地翻个身子，背对着他们。我跟你说话呢，给我转过来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别吵！你说什么？爸，你手机上有条备忘录，怎么加密了？是不是背着我妈做什么缺德事了？你放屁！老子像那种人吗？老实交代，你背着我藏了什么秘密？哎呦，老婆，我冤枉啊！你别听这小兔崽子一派胡言。爸，我打开看看啊。呵呵，想打开老子的备忘录，门都没有。是吗？陈军手指触摸在手机屏幕上，一股股信息流快速涌进了他的脑海，这便是破解密码的特殊能力。好家伙，我爸可真会玩，什么标点、大小写、数字0等等都给弄进来了，怪不得他会这么自信。密码是0要，爸。你怎么知道？是你妈告诉你的。爸，你是通讯兵出身，懂些加密手段很正常，可通讯兵的习惯可不好改哦。比较原始的电话按键里，通常会设有井号号键和星号号键，而以井号号键开头，多用于拨打特定号码，又或者起到隔断作用。好家伙，还真长本事了哈！看来在部队没白混。爸，我打开看了哈。随便。看到老爸镇定自若的样子，陈军更加好奇备忘录里的内容了。月底媳妇接我们去见首长，记得盛装出行。妈，你要带我爸去见哪个首长啊？啊，见什么首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爸备忘录上写了，月底媳妇要接我们去见首长。这个媳妇不是你，还能是谁？原来是这样，姓陈的，人家姑娘还没同意呢，你可别乱来。既然是老首长的孙女，那就绝对没有问题。听了父母的对话后，陈军隐约猜出备忘录上的媳妇是指谁了。爸妈，我们该不会说的是安然吧？对，就是她。爸妈，我跟人家不熟，连同事都算不上，况且我对他没有任何好感，你们就别瞎撮合了。儿子呀，好感都是慢慢培养出来的。当年我跟你爸……别说了，我困了。困你个大头鬼，天天睡到日上3竿，还困呢？我告诉你，月底的聚会你不去也得去。我就不去。那就把你绑去。起初陈军还以为自己老爸是在开玩笑，而真的到了月底，看到陈山拿出的绳子后，陈军彻底傻眼了。爸，你来真的？不来真的，你能听话离开吗？爸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利用着身体敏捷的优势，陈军在客厅里闪转腾挪，陈山拿着绳子怎么都追不上。哈，疼死我了！孩子他爸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不还好好的吗？难道是在战场上落下的病根又犯了？妈，你让开，我给爸号个脉。哈哈，小兔崽子，姜还是老的辣吧？爸，你可真够损的。这就是老子给你上的生动一课，兵不厌诈，懂不懂？行，我记住了，以后你真犯病了，我可就不敢了。小兔崽子，找抽是不是？就在一家人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，安然开着一辆套着军牌的越野车停在了门外。叔叔阿姨好，陈军，你们这是在搞什么呢？嘿嘿，安然，你来了，累不累？我给你端一杯水吧。爸，你现在的样子很像个狗腿子。你给我闭嘴！再说胡话，抽烂你的嘴！嘿嘿，安然，你别怕，这是我们家特殊的问候方式。叔叔，我不喝水，你别忙了，老爷子在家要等急了，咱们现在就走吧。好嘞，孩子他娘，陈军，咱们走。爸，你把咱家的脸面给丢尽了。你放屁！嘿嘿，安然，你觉得叔叔丢人吗？不丢人，我觉得叔叔很可爱。听到没有？以后多跟人家安然学学，嘴巴甜一点，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打光棍。爸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才18好不好？走吧，陈叔叔、阿姨，还有陈军，别让老爷子等着急了。慢着，又怎么了？你之前不是说是你父亲要见我吗？怎么现在又成你爷爷了？这个吗？老爷子给我面子，怎么了？你少废话，跟着走就是了。一脑袋问号的陈军被自己的父母给塞进了副驾驶，他俩则躲在了后面嘀嘀咕咕，美其名曰是创造交流的机会，可实际上俩年轻人都尴尬坏了，把俩人急得够呛。老首长，您的身体还好吧？好着呢，陈山，这就是你的儿子吧？对，陈军，快过来给老首长问好。首长好。好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呀，陈山，你可是生了个宝贝儿子。老首长，您过誉了。陈军，你跟我来，我有几句话要问你。陈军跟着安明泰去了书房，两人闭门说了什么，没人知道。
只有陈军走出门时那张不快的黑脸，让人察觉到了异样。新兵被迫去相亲，可相亲的对象竟然是军区大佬的孙女。到了见面的时候，新兵尴尬的差点脚趾扣缝了。然而随着军区大佬的一番话，让新兵瞬间燃起重回部队斗志。小兔崽子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你知道能见到一次老首长有多不容易吗？哎呀，陈军一定是碰到什么急事了，这才不告而别的。还替他狡辩，从小到大你就这么惯着他，早晚要被你惯出毛病来。爸妈，你们别吵了，我要回部队。回部队好，儿子啊，我这就给你买票，保证你坐头等舱，好吧？儿子呀，你才回来几天呀，这什么急吗？爸妈，我等不及了，1号岛礁又遭遇了外地骚扰，我不能让老班长还有同志们的牺牲统统白费。老首长看人可真准，知道我儿子重感情，就专门朝着这方面拿捏，姜还是老的那样。私家车在道路上快速行驶，也正如陈军此刻的心绪，早已飞到了天边。报告，哎呦，我的大功臣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连长，请派我继续驻守1号岛礁。嗨，那什么，陈军呐，1号岛礁所处的位置很敏感，上面的驻军都撤回来了。凭什么？1号岛礁是老班长以及全班战士付出生命守住的，凭什么说撤就撤？陈军呐，你别激动，听我把话讲完。我们龙国的领土被敌人肆意的骚扰，作为领兵者，你怎么还能冷静得下来？放肆！你是在指责我指挥不力？对，陈军的直接回答，差点没把连长尤俊达呛得背过气去。嗨，好，臭小子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那也比躲起来当缩头乌龟强。大爷的，你是要气死我才甘心呐！陈军，我告诉你，我比你更想保住1号岛礁。现实是驻岛官兵都撤走了，说再多也没用。陈军呐，国际局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知道，就因为你保住了1号岛礁，让咱们国家在国际对抗中占据了多大优势吗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那个喜欢背后使阴招的白头鹰，在这场国际纠纷中处于了绝对的劣势。只要我们据理力争下去，别说1号岛礁了，公海的几10座岛礁都有可能收回。可我目前得知的是，知了侯正派出舰队骚扰我们的舰队以及1号岛礁，随时都有登岛的可能。跟白头鹰相比，不管是知了侯、癞蛤蟆还是假棒子，都是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弟而已。敌人成群结队的打过来，你要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。可是任由那些知了侯蹦跳下去，咱们龙国的威望可就丢完了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咱们龙国背后被人指点的时候还少吗？那时候都挺过来了，何况是现在？忍，一味的忍让只会让敌人得寸进尺，只有一次敲打痛了，他们才会长记性。你说的轻巧，国家之间的交流不是简单的过家家，说打就打，只会让咱们陷入被动。说1000到1万，1号岛礁还是不准备要是吧？谁说不要了？只是用它放长线钓大鱼而已。我不懂这些弯弯绕绕，但让1号岛礁白白送出去，我陈军100个不答应。陈军，咱们龙国的战士明面上不好驻守1号岛礁，但要是换成普通渔民的话，我懂了，连长，我这就去准备。给我站住！连长，还有其他安排吗？你独自行动太危险了，我给你安排几个好手。不用了，我怕他们拖累我的行动。好小子，可真够狂的！事先声明一点，不准携带任何枪械武器。好的。不给连长多嘴的机会，陈军果断地跑出了连长办公室。妈的，把问题想简单了，这渔船可真不好开。2艘知了侯的帆船突然闯进了陈军的视野，他瞬间就来了精神。来得好，队长，整天围着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也太无聊了，咱们找点乐子吧。是啊，队长，反正又没人监督，咱们巡逻完这趟就回去呗。阿妹还等着我呢。都给我闭嘴！这里离龙国的海军战舰很近，咱们的所有举动都在他们的观察之中。要是有任何做错的地方，随时都会丢掉性命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队长，龙国那些怂蛋兵，要是真有胆子开枪的话，咱们还能闯到这个地方吗？就是队长，你也太高看那些龙国兵了，他们除了整天拿着大喇叭喊以外，还能干嘛？妈的，你们！知了侯的帆船队长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见一条龙国的渔船朝着他们撞来。都躲开，敌人要拼命了！队长，咱们的船比对方的大，怕什么嘛？直接撞过去就完事了。他要真的敢冲撞咱们，那咱们就有理由开枪自卫了，顺便也完成了上头礁的任务。2个蠢货，赶紧给我躲开！由于知了侯的帆船猛地打了方向，用船身顶住了陈军所在的船头，这才避免了2船进毁的局面。但高速冲撞下，2船的情况依然很不乐观。这里是龙国领海，你们无故闯入龙国领海，还敢冲撞我国渔船，真是活腻歪了。喂，你别冲动，咱们有话好好讲。讲的什么鸟语，一句也听不懂，给我去死！知了侯帆船上的3名士兵惊恐地看着陈军，狠狠地砍下了斧头。打我的手！队长，快开枪！该死的龙国人，你给我去死！不要啊！正愁不好下狠手的陈军，看到对方举枪后，他笑得格外灿烂。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
新兵伪装成普通渔民，只身闯荡1号岛礁附近海域，见到有来犯之敌，他果断掏出斧子，剁掉了对方的手指。而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，却让新兵卷入了另一场外交风波。这小子可真够虎的。首长要派人过去支援吗？不用，敌人不动，我们不动。报告首长，安然上尉，请求见您。这丫头怎么跑来了？让她进来。是。大。哼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在外面要叫职称。是安大校，爷爷让我带话给你。老爷子有什么特殊吩咐吗？没错，爷爷说了，让陈军独自行动，是他给陈军设下的专属考核。只要考核成功了，那就全力保证他的安全，让他顺利成长起来。老爷子这不是胡闹呢吗？爸，我只是替爷爷带句话，具体要不要听，那就是你的事情了。你这闺女咋不心疼你爹呢？白疼你了是不是？爸，其实我是很心疼你的，可是你也知道，咱们家里老爷子向来是说一不二的。说话间，安然有意无意地瞥向窗外，这让安卫军发现了异常。你该不会是喜欢那小子吧？爸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们只是同事关系。哼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也不会同意你跟他交往。对了，让你接触孙北那小子，你接触的怎么样了？安卫军不提还好，一提起这桩私定的婚事，安然就来气。算了爸，我说过了不同意这门婚事，你怎么说都没用。安然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这门婚事你都推不掉。耶稣来了也得同意。我说的。长远号驱逐舰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，而陈军这边剧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擅闯我国领海，还敢持枪行凶，你们真是活腻歪了。朋友，有话好商量，看你身手这么好，一定不是普通渔民吧？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吵死了，给我闭嘴！啊，我错了，不要杀我，我要回家找妈妈。大哥，你别冲动，在这个地方开枪，可是跟宣战差不多的。哼，我们的支援马上就到，识相的话就赶紧把枪放下。陈军虽然听不懂对面3个知了猴在嘀咕些什么，但他们的表情还看得懂的。就你不服气是吧？呵呵，还以为你有多硬气呢，结果就这。陈军一人看压着3名知了猴，对面没人敢反抗，一时众人就僵在了原地。不是我不敢杀你们，是不想给我们的外交团队制造麻烦。我们的救援来了，你们的人呢？谢天谢地，救援终于到了，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。哈哈，等我们的援兵一到，就是你的死日。虽然不能明面上杀了你，但绑你回去还不是随便处置。陈军听不懂3人的鸟语，也懒得理会他们。此刻他只是望着另一边的龙国舰队，紧皱眉头。难道你们还想让我再失望一次吗？还好，你们终于来了。龙国与知了猴的军舰完全不成比例，因此在龙国军舰的助阵下，陈军果断俘虏了3名知了猴，朝着己方冲去。陈军，谁让你随意开枪的？连长，我的人身受到了威胁，怎么不能开枪？可是你知道吗？在争议海域开枪跟主动宣战没有区别。那就战。你放屁！对付一群小虾米，还需要我们亲自出手，只会让白头鹰看了笑话。但是一直隐忍避战，只会让人觉得好欺负。那些跳梁小丑也会跳得更凶。随他们跳就是了。面对咱们全球领先的舰队，他们还能翻出花来不成？连长，我只知道刀不磨不利，马不喂不肥，长时间不交战，只会让敌人小觑了我们的真正实力。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我们龙国的一贯作风就是不鸣则已，一鸣天崩地裂。我不懂这些大道理，你也不用跟我说那么多，你只需要告诉我那3个知了猴该怎么处置就行。严加询问，然后把他们放走。那问出什么结果了吗？3个小喽啰能知道什么机密信息？连长，让我去问问。你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吗？听不懂。那你还问个屁呀？不是有翻译吗？随便你。谢谢连长。告别连长后，陈军快步朝着审讯室赶去。哼，没有见到我方的引渡人员之前，我是不会跟你们交流的。你们都瞎了，我的手指断了，你们就简单包扎一下。我要向国际社会公布你们的恶劣行为。龙国的士兵，警告你们，赶紧把我们放了。我的叔叔可是拉里达将军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就知道他不是个普通的渔民。狡猾的龙国猪，你们故意设计坑我们。陈军一句也听不懂，只是看向一旁的翻译官。问的怎么样了？除了这个知了猴是知了猴国3军统帅拉里达以外，没有任何有用信息。哦，是吗？我来问一下。我问你们是怎么跟上级通讯的？我们就是通过简单的对讲机通信。你放屁！没有特殊的通讯方式，你们的救援船队会那么快赶来？眼看3个知了猴又要装聋作哑，我果断一手握住知了猴队长的脖子，把他提了起来。不要杀我，我都说。真是贱骨头，巴掌不打到身上就不知道疼是吧？这边正在刑讯逼供的时候，联合国大会可是吵翻天了。我这里有龙国的罪证，你们都看一下。新兵通过逼问俘虏的敌军，得知了敌军内部的沟通方式，他大胆地提出了斩首行动，甚至为了让计划顺利执行，他独自一人混入了敌军内部，也正因此让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险境。大家请看，照片上显示，龙国的渔夫高举斧头，严重威胁到了知了猴士兵的安全。
龙国不是一直说自己是爱好和平的吗？那这张照片怎么解释？身为一方大国，却如此欺凌弱小，包庇罪犯，严重破坏了其他国家的生存空间。为了公平公正起见，我建议龙国交出这名肇事者，接受国际审判，还知了侯士兵一个清白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照片上显示的是我们的渔夫正在近距离拍摄知了侯士兵的罪证，他手上拿的是自拍杆。龙国代表，请你解释一下，你们是怎么辨认出这位渔夫手上拿的是自拍杆？还是先请白头鹰代表解释一下，你们又是如何确认我国的渔民手里握着的是斧子呢？大家拍摄的照片都这么糊，难道你们有特殊的照片处理技术？龙国代表，那你解释一下，知了侯的士兵手指是怎么断的？我国渔船与知了侯的帆船高速冲撞在一起，有点磕磕碰碰，不是很正常。请问龙国代表，为什么要扣押知了侯的士兵？这样做是严重侵犯人权。这3名知了侯士兵主动闯入我国海域，这是严重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，没有将他们就地枪决，已经是我国给予他们最大的仁慈了。那么，请龙国代表解释一下，贵国的渔民在争议海域开枪，这意味着什么吧？大家请看，知了侯主动侵入我国海域，与我国渔船碰撞，乃至主动掏枪威胁，罪证确凿，我们拍摄的清清楚楚。我国渔民为了自保，抢夺知了侯士兵的枪械，且没有真正的伤害他们，一切行为都合法合规，请贵国不要诋毁我国渔民的爱国行为。联合国里的唇枪舌剑是无法影响陈军正在进行的刑讯工作的。你们就是通过白头鹰给的通讯设备与后方指挥官取得联系的吧？是的，通讯设备就在船上。很好，我再问你，你们是怎么跟你们的最高统帅进行联系的？通讯设备有专属的加密频道，正常情况下是进不去的，只有我叔叔主动联系我们，才能与他进行沟通。那遇到特殊情况呢？遭遇特别危险的情况，我们会打开无差别联络模式，跟所有频道的友军联系，包括我叔叔在内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的渔船跟你们的帆船碰撞时，你们是不是就开启了无差别联络模式？是的，由于这个通讯模式会严重破坏友军的调度节奏，所以我们的指挥官明令要求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开启无差别联络模式。这家伙知道的信息很多，是最有价值的敌人，限制他的活动，持续高强度逼问下去。是，长官，咱们不是说好的，我只要讲出我所知道的所有信息，你就放我离开吗？我是答应你了，但是私自放俘虏离开，这不符合部队规矩，所以我也做不了主。那你，我又没说其他人会放你走吧？你他妈的！部里满嘴脏话的知了侯士兵，陈军径直出了刑讯室。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，我们完全可以从敌人的通讯设备入手，然后反推出他们的位置。现实任务已触发，任务目标，请在3日内除掉知了侯的最高统帅拉里达。任务完成便可获得丰厚奖励。好家伙，这是要我去搞斩首行动吗？对付知了侯这样的跳梁小丑，还真得用这种办法才能达到威慑效果。陈军打定主意后，果断朝着连长办公室跑去。你说什么斩首行动？你该不会是发烧烧坏脑子了吧？连长，我很正常，而且我觉得斩首行动可行性很高。你放屁！先不说你怎么混过层层审查，靠近到他们最高统帅的身边，单单就白头鹰送给他们的那些高精尖设备，就会让你无计可施。连长，我最不怕的就是高精尖设备，但凡是电子设备，我都有办法将其打开。说大话谁不会？要是这么简单就能刺杀敌方统帅，还用等到今天？国家层面确实不好实施针对敌方统帅的斩首行动，毕竟说出去也不好听。但是以私人立场出发的话，问题就没那么多了。你的意思是再次伪装成普通渔民，然后去搞刺杀行动？可以这么认为。荒唐！我们最精尖的特种兵精英都没把握深入敌军内部，将敌方统帅干掉，就凭你？对，就凭我最精尖的特种部队之所以不这么搞，一是因为危险性很高，二是因为就算是真的刺杀掉敌方统帅，也不一定改变敌方的行动策略，所以没必要这么做。你既然都清楚这其中的原因，那怎么还坚持要刺杀敌方统帅？因为这次的斩首行动是为了武力威慑，不用在意敌方的行动策略。至于安全问题，我早就想好了对策。什么对策？不能告诉你，否则就没有效果了。不管如何，你提出的斩首行动计划，我不同意。你给我回去老实待着。是。这次怎么这么听话了？看着陈军离去的背影，连长尤俊达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。不好，这小子要擅自行动。这就是知了侯士兵说的通讯设备吧？试一下有没有特殊通讯密码吧。陈军手指放在黑色模块上，眼前有大串的数字闪烁，最终定格在了一串特定数字上。889657，嘿，试着跟对方联络一次吧。成功拨通通讯后，通讯器里立刻传来了叽里呱啦的鸟语。喂，阿灿，是你吗？你怎么样了，阿灿？他们有没有伤害你？新兵孤身闯入敌军内部，在敌人的层层搜捕下，他如同幽灵一般，在敌军内部自由进出。而他之所以如此大胆行动，目的就是刺杀敌军最高统帅。然而新兵没有想到的是，他要刺杀的目标会多么的惜命。阿灿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从龙国那边逃回来了吗？阿灿，我已经看到你们帆船的定位了，你继续逃，我会派人去接应你。
由于陈军听不懂对方的鸟语，就只能用咳嗽掩饰，反而达到了不错的紧张效果。不懂鸟语太麻烦了，要是我有个语言精通技能就太好了。系统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谢小气。知了猴的帆船是由3人操控的，陈军不得不一人掌舵，帆船像是喝醉了一般，不断左右摇晃着。太好了，找到统帅侄子帆船了。舰长，看那帆船摇摆的样子，统帅侄子的情况并不乐观啊。叫上所有军医，我要亲自迎接英雄的归来。是。等一下，让白头鹰的那些记者也都跟着，我要他们拍下我们热烈迎接英雄的场面，然后发到国际网络上，然后狠狠地打龙国的脸。哈哈哈，这次的功劳可都由我一人承包了。与兴高采烈的知了猴指挥官不同，陈军此刻觉得格外痛苦。哦妈的，我这还没有见到敌军统帅呢，就要被运船折磨死了。陈军并非真的晕船，只是帆船摇晃得太厉害，他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看来我还是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这么快就来了，走你！陈军没有任何犹豫，径直跳进了海里。让我们热烈欢迎英雄的归来。然而不管佩里南如何尬聊，帆船上都没有回应。进去看看，是不是英雄昏厥过去了？是，舰长，这里没人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佩里南带着大队人马挤进了狭小的驾驶室，果然没看到统帅侄子的身影。舰长，现在怎么办？给我收，活生生的人还能飞了不成？舰长，这会不会是龙国设下的圈套？你带人继续搜查，我先回去了。是。佩里南刚刚转身就被白头鹰的记者围住了。舰长先生，你能解释一下贵国的英雄去哪了吗？舰长先生，龙国派这么一艘空船过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这里的情况我们会详细调查后再给各位答复，请各位让一下。可是舰长先生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？这艘帆船上没人，你们还要调查时吗？无可奉告，都别拍了。而跳进海里的陈军则趁着短暂的机会，悄悄爬上了知了猴的军舰。随着军舰的返港，他也顺利地混进了知了猴的国土。进了密林，那就到了哥们的天下了。想要找到敌军统帅也很简单。陈军手上的黑色模块是白头鹰卖给知了猴的特殊通讯装置，通过这个特定通讯密码，陈军能够联系上敌军的统帅，而他的精准坐标也将被敌军统帅看到。因此，陈军每次找不到方向时，就故意打开通讯器，知了猴那边就很配合的派人过来搜查。队长，听说贾母灿那小子逃回来了。据可靠消息称，是这样的。队长，上头派咱们过来搜查，该不会就是跟那小子有关吧？十有八九是这样的。贾母灿那小子是不是有病啊？回来就回来呗，怎么专挑这种人都不来的地方跑啊？人被吓怕了，就会往远离人群的地方跑，这很符合逻辑。话是这样讲，但是这里的蚊子也太多了。贾母灿那小子是属野猪的，这么不怕蚊子叮咬吗？就走了这么一会，我胳膊上就被叮了一大片包。队长，咱们回去吧。你俩给我闭嘴！要是再找不到人，咱们后面要遭的罪恐怕更多。队长，这里又没人监督，咱们简单逛一圈就完了。你还真想费时费力的找啊？别废话了，赶紧走。是。陈军并没有什么抵御蚊虫叮咬的好办法，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对自己够狠。举起手来，老实回答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到这里？唧唧歪歪，真是聒噪！给我去死！一把匕首飞出，精准命中知了猴队长的眉心。有敌军入侵，快开枪！其他3个知了猴士兵抬枪就准备射击，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3把寒光闪烁的匕首。从他们过来的方向看，知了猴的军营好像就在那边。陈军没有半点犹豫，果断朝着找准的方向扑去。如此往复数次后，陈军终于找到了最大的知了猴军营。看这个军营的规模，那个知了猴的统帅有极大概率在这里啊！可是该怎么进去呢？知了猴的军营守卫很是森严，陈军想要直接混进去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于是他趴在大树上，仔细观察了起来。有了，就是不知道这支运泔水的队伍会不会每天都来。陈军忍着密林中蚊虫的叮咬，在大树上趴了1天1夜，直到运泔水队伍的到来。嘿嘿，果然让我等到了。陈军丢出一枚石子，把运泔水的知了猴吓了一跳。什么动静？我去看看。快去快回。是。妈的，今天撞鬼了不成？这都哪来的动静？趁着仅剩的1名运泔水的士兵离开泔水车查看情况的时候，陈军果断跳下大树，躲进了泔水桶中，顺便还拨通了最高统帅的专属通讯。阿灿，你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咦，你怎么到军营门口了？士兵只身闯入敌军老巢，为了顺利躲避敌人搜查，他果断跳入泔水桶中。然而当他混进敌军大营后，先进的高科技搜查装备又逼得他到处逃窜。好在他对自己够狠，再一次跳进熟悉的下水道后，他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回合。随着通讯装置的触发，知了猴军营内部立刻传来的骚乱，大批知了猴士兵冲出了大营，而陈军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站住，搜查！阿哥，我这车上都是泔水，有什么好查的？少废话，再多嘴一句，老子崩了你！
大哥别激动，你们随便查，我们保证配合。几个泔水桶盖子打开，熏人的臭气瞬间弥漫开来。前来检查的知了侯士兵都被熏得睁不开眼睛了。赶紧查完放他们进去，妈的，臭死了！进去吧。谢谢大哥。运泔水的车队快速驶入知了侯大营，而处于泔水桶中的陈军终于能够趁机从泔水下露头，吸一口浑浊的空气了。话说我对自己够狠了吧？怎么系统屁反应都没有？由于身处泔水桶中，陈军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，所以他便只能用胡思狂想打发着时间。收泔水了，厨余垃圾、废弃餐盒都可以送来哈。随着一声吆喝，几个大泔水桶快速从知了侯军营的后厨送了出来。嘿，看来今天收的泔水不少啊！你看车上的泔水桶盖子都顶起来了。什么盖子？意识到不对劲的2名运泔水的知了侯赶忙扭头查看运泔水的车辆。也就在这时，陈军跳了出来。嘿嘿，尝尝咱的破伤风之刃。快来人！不等那人把话喊完，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便扎入了他的眉心。由于陈军的出手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后厨这边发生的动静根本没有惊动任何知了侯士兵。陈军果断把3具尸体塞进了泔水桶中。距离敌人发现这里异常，少说也有10分钟，那就利用这段宝贵时间，好好探查一番吧。利用身体敏捷的优势，陈军成功绕过各种搜查关卡，最终抵达知了侯军营的核心区域统帅指挥所。卧槽，搞了这么高科技玩意，就只是保护一个知了侯统帅，白头鹰可真够下本钱的。为了验证高科技产品的探查效果，陈军果断丢出了一枚石子。统帅指挥室那边有异常，快跟我去看看。哪里有那么多高科技产品手子？有谁那么想不开啊？该不会是一些小动物吧？我之前可看到过一只麻雀落进院子，瞬间就被打成了筛子。说起来，这些高科技产品其实也挺蠢的，人跟动物都分不清，指不定哪天就冲着人类开火了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一队队的巡逻士兵快速把统帅指挥室围了起来。你妹的，这守的也太严了，想要混进去可不容易。看来这是要逼我出绝招啊！陈军沿着原路退了回去。当返回后厨区域时，无人看管的泔水车还停在原地，这就证明目前还没人注意到这里的异常。泔水桶都钻了，也不差这一遭了。走你！知了侯军营的下水道布置可比1号岛礁复杂多了，毕竟这座大营可是能够容纳数千知了侯共同生活的。复杂的管道网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，可陈军愣是凭借着之前探查地形的记忆，找到了通往统帅指挥室的管道。是的，总司令，军营已经全部戒严了。那个通讯器信号极有可能是龙国设下的陷阱，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。是，总司令。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没有，总司令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守在外面的机器人冲着地面开了一枪，疑似有动物经过。不要放松警惕，让人仔细搜查一下周围。放心吧，总司令，这边的指挥室被白头鹰的高科技武器守的是固若金汤，只要我不出去，谁都伤害不到我。那就好，有任何异常及时向我汇报。是。电话一挂断，知了侯陆军统帅就忍不住骂出声来：妈的，这个铁棺材本来是给你设计的，你倒好，自己跑得没影了，还非要我留下来守着，这叫什么事啊？头顶通风管道突然传出的声音把达恩吓了一跳。你妈麻的，连只臭老鼠也敢欺负老子？你是谁？陈军听不懂对方说的鸟语，但看他身穿军装，再加上坐的位置，立刻做出了判断。你就是3军统帅拉里达吧？给我死！匕首狠狠抹过达恩的脖子，达恩一脸难以置信的咽气归西。这么轻松，有些不太对劲啊，连系统都没有提示，该不会是杀错了吧？陈军在达恩的身上翻找了半天，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后，只能无奈地爬上通风管道，盖上封口气片，然后沿着管道快速退走。当陈军爬出军营后厨的下水管道后，整座军营都炸锅了。幸亏我跑得快，真没想到知了侯的统帅可真够贼的，竟然找了一个替死鬼。哼，就让你的脑袋再多留几天吧。陈军不知道的是，他杀死的其实是知了侯陆军统帅，并非是真正的替死鬼。当然，在陈军无法确认其身份的情况下，他便稀里糊涂的成了拉里达的替死鬼。幸好我提前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这才逃过了一难。总司令，敌人实在太过猖狂，这简直就是赤果果的打脸，咱们要不要上报给总统阁下？不能上报，堂堂的陆军统帅被刺杀了，这要是被人知道了，一定会笑掉大牙的。可是这件事上报的话，就能在国际上给龙国施加压力，从而从白头鹰那里拿到好处。你是假傻还是真傻？这总司令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士兵只身闯入敌军老巢，成功刺杀敌方陆军统帅，使得敌军内部人心惶惶。敌军高级将领为了自保，纷纷丢下了亲属朋友，钻进了守卫森严的避难所。然而士兵并没有停止杀戮，他犹如死神一般游走在敌军盘踞的土地上。用你那猪脑子好好想想，一旦陆军统帅被刺杀的消息泄露出去，会造成什么后果？这一旦消息泄露出去，轻则人人自危，重则引起哗变。总司令，这个消息必须封锁起来。砰！
还算有脑子，通知海军统帅、空军统帅，让他们丢下手上工作，钻进地下避难所里去。可是总司令2位统帅同时离手的话，军队内部会引起混乱的吧？别管那么多了，安全最重要。去！哼，白头鹰想要拿我们当枪使，也得多给点诚意。你们再没有动作的话，就别怪我们不执行合约内容了。即使知了侯军方已经在尽力封锁消息了，奈何迟钝的反应能力以及滞后的行动能力，还是让消息在某些圈子内转开了。若不是白头鹰及时派了指导团队到来，恐怕知了侯军方内部已经炸锅了。你说什么？谁让那小子独自行动的？爸，现在可怎么办呀？他独自一人在知了侯的国土上，我们又无法跟他取得联系，想要支援也做不到啊！胡闹，这简直是胡闹！安大校，你们先别着急，先试着联系这位士兵所属连队的电话吧。赶紧打！我必须问个明白，究竟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，允许他们这样胡来的？是。报告首长，通讯已经接通。拿了吧你！喂，是刀锋团3营1连连长尤俊达吗？报告首长，我是1连连长尤俊达，请您指示。你不等杜怀民把话讲完，安卫军一把夺过了话筒。尤俊达，你他娘的告诉我，是谁允许你们这么胡来的？报告首长，是安老将军准许的。你说什么？老头子怎么可能准许这种事情发生的？首长，安老将军亲口说了，这次打入敌军后方的任务，算是对陈军同志的一次考验。你放屁！老头子就算再看不上陈军那小子，也不可能派他一人去深入敌方国土，甚至去刺杀敌方陆军统帅。您别激动，首长，安老将军确实默下这种命令。那你解释一下，陈军那小子是怎么跑到知了侯国土去的？他又是怎么刺杀敌方陆军统帅的？这个可能是我传达的信息不明确，又或者是陈军理解有误，把打入敌军后方理解成了打入敌军大后方。你骗小孩呢？这意思能一样吗？只要是个接受过新兵培训的士兵，都不会理解错吧？可是首长，陈军他就是理解错了呀。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下的命令？首长，您就是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下这种命令呢。那就是陈军那小子擅作主张喽。这个嘛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想办法联系上这小子，在国际舆论炸锅之前，让他赶紧跑回来，否则就完了。首长，陈军已经彻底失联了，我们试了所有办法都没能联系上他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跟他取得联系，办不到就给我滚蛋。是。安大校，这件事牵扯太大了，已经到了咱们无法做主的地步，还是通知军区司令部，让他们做好最坏打算吧。先等一等，让我好好想想。爸，陈军他不会有事吧？他最好有事，这样就有正当借口出兵了。妈的，这小子可真不让人省心了。安然，怎么了，爸？去联系你爷爷，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好建议。是。臭小子，你可别真的有事啊！最好连一点伤都没有，然后安然无恙的回来。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，就像此时的陈军，他感觉格外难受。茂密的丛林本来蚊虫就多，他又钻过下水道，浑身的恶臭就更加吸引蚊虫叮咬了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人没找到之前，我就要被咬死了。好在丛林中并不缺水源，陈军凭借着直觉，很快就找到了一条小河。他没有半点犹豫，果断跳入河中，把满身污秽清洗了干净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野猪皮糙肉厚，又经常在泥塘里打滚，所以体表就留下了一层厚厚的甲壳，蚊虫根本叮咬不动。除此之外，泥浆还能有效地躲避掉红外线的扫描，所以陈军果断把几只野猪赶走，自己趴在泥塘里滚了起来，气得几头野猪哼哼唧唧，在一旁抱怨个不停。爽，好像被蚊虫叮咬的地方也没有那么痒了，这泥浆可真是个好东西。将全身涂抹一遍后，陈军这才意犹未尽地爬出泥塘，继续朝着丛林深处前行。妈的，3天时间马上就到了，那个知了侯的3军统帅究竟在哪呢？直到此刻，陈军才有了一丝后悔，他后悔自己动作太慢了。要是有地图搜索功能、人物识别功能、极限追踪功能就好了。这么一算，我缺的能力也太多了吧？系统，我都这么惨了，你赏一个技能奖励吧。系统一如既往的沉默，陈军也习以为常的自说自话着。知了侯的国土虽然不算大，但只靠一双腿去跑，还是会跑死人的。到哪去搞点载具过来呢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远船突然驶来了一行车队，居中的装甲车显得格外厚重，明显是加装了多层防炸层，里面坐的人物一定不简单。来得好。由于陈军体表裹了一层泥壳，他躺下后几乎跟土路混成了一体。他在豪赌装甲车队正好从他头顶经过。来吧。士兵躺在泥潭里打滚嬉戏，几只野猪在一边无声抗议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躲避蚊虫的叮咬，也是为了躲避红外线的扫描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在敌方国土上大胆搜查和转移，直到找到敌方3军统帅，然后一击必杀。装甲车队快速驶进，地面的震颤感清晰地被陈军感知到。陈军只是努力地调整着呼吸。陈军，你可以的。忘记新兵训练营时期的勇气试炼科目了吗？勇气试炼科目就是让士兵躺在装甲车行驶的道路上，任由装甲车从自己身体两侧碾压过去，这是
对勇气的巨大考验。可以的，陈军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我尼玛，这也太吓人了！本能的驱使下，陈军又差点坐起身子，幸好被他咬牙克制住了。不能动，死都不能动。嘿嘿，不过如此嘛。连续过去了4辆轻型装甲车，终于轮到那辆厚重的装甲车了。走你！由于这辆特殊装甲车的厚重，它的底盘与地面的距离要比其他轻型装甲车低一点，遇到地面起伏的时候，陈军可遭老罪了。然而陈军只是死咬紧牙关，愣是一个字都不吭。总司令，这样真的安全吗？我怀疑龙国派来的杀手是通过咱们内部的通讯器来追踪我们位置的，所以咱们只要坐在车上并不停地移动，他就不可能找到咱们。总司令需要通知其他将领，也照着这个方式做吗？不用。不停移动的车队多了，一定会引起敌人的重视。现在就停好，我们车队专往荒无人烟的地方跑，保证龙国杀手追踪不到我们的位置。总司令，车载显示胎压有些不正常，要不要下去查看一下？不能看，千万别看。好的，明白。咱们这辆装甲车又加装了几层防炸层，胎压不正常才是正常现象。明白，总司令。与装甲车上悠哉的2人不同，一直挂在底盘下的陈军快要累成狗了。我尼玛，这是往哪开呀？怎么还不停下？陈军的身体经过3次强化后，已经远超常人了。抓着底盘悬挂身体这种动作，根本难不倒他。可难就难在长时间的吊挂，让陈军的身体都有些吃不消了。我就不信你们还能不下车解决生理问题不成？终于停下了。厚的装甲车门打开，2个穿着明显特殊的知了猴军人缓缓走了下来。这么看来，车上坐的还是位重要人物啊！我这算是歪打正着吗？眼看着一群士兵护送2人远离装甲车，陈军果断松开双手，身体如同游蛇一般滑进了装甲车车厢内。这下总算舒服了。总司令，你有没有闻到车里多了一丝不一样的味道？妈的！你小子属狗的吗？鼻子这么灵，我刚买的香水你就闻到了。总司令，不是香水的味道，这个味道是臭的。妈的，非逼我说出踩到屎了，你才甘心啊！赶紧开车。好的，总司令。然而装甲车刚刚启动，一把锋利的匕首就抵住了拉里达的脖子。别动！你是龙国杀手，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赶紧把总司令放开，否则我就呼叫救援了。你妈的，呼叫个屁啊！还嫌我死得不够快是吧？总司令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都给我闭嘴！唧唧歪歪讲什么呢？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？求求你了，饶我一命！只要你肯饶了我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大爷的，跟你们交流真费劲，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那就只能我手里的家伙是说话了。双方各说个话，也各自脑补着对方所说的内容。陈军只是想借路一程，车里只需要留一个知了猴军官就够了。先宰那个呢？你们这肩章跟我们龙国不一样，我也分不出你们谁大谁小，但看你们坐车的位置以及自身体态，这个胖家伙明显是领导。求求您了，别耍了，我怕。领导不一定会开车，留着你也没用，那就宰你吧。陈军手中匕首舞出一串残影，瞬间划过拉里达的脖子。堂堂的知了猴3军统帅就这么憋屈的死去了。系统任务已完成，恭喜宿主获得限时大礼包1份。耶，任务完成了，这家伙不会就是拉里达吧？杀人了，快来人呐！吵死了，你也跟着下地狱去吧！一点寒光闪烁，马歇尔的脑袋被一把匕首洞穿了。失去控制的装甲车立刻颠簸起来，陈军只好爬过去，伸手握住了方向盘，可是装甲车依然在左右扭动。妈的，失策了，这玩意还挺不好开。系统有没有驾驶精通类的奖励啊？宿主可尝试开启限时大礼包，礼包内会有任何道具和技能奖励。开启大礼包，礼包已开启，恭喜宿主获得身体强化药剂+1，恭喜宿主获得被动技能载具精通。宿主接手任何载具后，都能快速掌握驾驭本领。这个好。陈军一脚踢开马歇尔的尸体，自己坐在了主驾位置上，装甲车的颠簸立刻稳定了下来。前后车队并没有太大异常，看来这辆装甲车的密封性做的还是蛮不错的。知了猴的士兵并没有发现这里的异常。陈军一脚油门下去，装甲车突然脱离车队，朝着茂密丛林内冲去。有本事就来追大爷呀！士兵安静躺在土路上，任由装甲车从他身体上方驶过。这不是新兵的勇气试炼科目，而是货真价实的敌后实战。他成功抓住了一辆装甲车底盘，之后就被带着向深山老林里冲去。陈军开着装甲车径直朝着密林深处冲去，而护送了一路的装甲车队也都改变了行驶方向，朝着密林深处追来。爽，我要打10个。陈军凭借着再次暴涨的力量，死地压制住方向盘，不让车身颠簸的太厉害。再加上技能载具精通的加持，陈军驾驶的重型装甲车好像长了脚一样，丛林中各种障碍物都能轻松的躲过，且车身始终保持稳定。反观后面追随的10几辆轻型装甲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一鼓作气，直接冲向海边，再找条船就能出海了。
陈军的逃跑计划就这么直接暴力。有了载具精通的加持，他相信同级别的载具根本追不上他。同一时间，知了侯军方内部彻底炸锅了。刚刚收到消息，三军统帅被劫持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三军统帅不是在白头鹰的精密保护下吗？他怎么还会被劫持的？我不知道，但三军统帅被劫持的消息一旦传播开了，部队可能会哗变的。你说会不会是白头鹰劫持了三军统帅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，毕竟白头鹰需要的只是一枚听话的棋子。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什么都不办。你觉得自己的地位比三军统帅更高吗？明白了，咱们只要躲着不出去，成功躲过刺杀后，必然会受到重用。我可没有这么说，你别瞎想。是不是瞎想？咱们等结果出来了就清楚了。随着三军统帅被劫持的消息在知了侯军方内部传开，各方势力都打起了算盘，只有一心跑路的陈军没有掺和这场算计。终于出来了，这密令虽好，可它影响逃跑啊。哎呦呵，来得还挺快。陈军狠踩油门，装甲车如同一道飓风，横冲直撞地冲了出去，而头顶的直升机也一锲而不舍地追着。卧槽，刚才是不是有只大黑耗子飞过去了？有吗？你是不是眼花了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大黑耗子。啊！现在灭鼠都用上直升机了吗？这么奢侈？这证明咱们生活好了嘛，这是好事。好个屁！到底好不好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嗨，要不咱们追上去看看吧？就咱们这破警车能追上吗？就在两个知了侯警察迟疑的时候，10几辆武装越野车又冲了过来。我尼玛，这么热闹，这必须要跟上去看看了。走起！眼看着身后的车队快速逼近，陈军却只能无奈苦笑。妈的，这俩混蛋开了那么久的车，也不说加满油，油箱这么快就见底了。是的，装甲车没油了，陈军纵使把油门踩到底了，他也在不受控制的缓缓减速。而头顶盘旋的直升飞机上，突然伸出了一颗黄毛脑袋。下面的人听着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速速投降，可以给你留一条生路。哎呦，白头鹰都来了，看来你们对这个拉里亚还是挺上心的嘛。确认了对方看中的目标后，陈军顿时有了主意。当装甲车行驶到道路尽头的拐角处时，厚重的装甲车门突然被推开，拉里达的尸体直接被丢下了车，然后装甲车丝滑漂移过完，潇洒离去。完了，三军统帅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究竟招惹了什么敌人啊？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！快去找白头鹰士兵，拦截龙国杀手的去路。你当白头鹰的大兵都跟咱们一样傻吗？死的又不是他们的统帅，他们会为了咱们统帅拼命吗？在一片哀嚎声中，有道黑影悄悄绕过众人，溜进了一辆越野车内。而那辆缓缓减速的装甲车上方，直升机还在锲而不舍地追着。乱吧，越乱越好。终于能够继续行动了，走你！陈军驾驶的越野车慢慢跟在其他越野车队后面，然后缓缓减速，直到拉开一段距离后，再猛然加速，朝着海边冲去。老婆，你在家里好好待着，我出去赚点快钱，很快就回来。亲爱的，听说最近海上不太平，这活你还是别干了，我心里不踏实。不干谁养你们娘仨？你要是没了，我们娘仨可咋活呀？放心吧，我听领队说了，只要到指定海域转一圈就回来，到手的钱可比正常打鱼多了。人家都说那边不是有龙国军队把守了吗？咱们都是平头老百姓，龙国军队不会拿咱们怎么样的，他们可不像咱的军队。既然人家那么好，咋还非得去找人家麻烦呢？嘿，妇人见识就是短，平白多一片海域用来打鱼，谁不想要啊？亲爱的，我还是觉得不踏实，你还是别去了吧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特意给这艘渔船改装过了，跑得特别快，要看到情况不对，我跑还不行吗？那你多小心。回去吧，我不等汉子把话说完，一辆武装越野车便直奔他的渔船撞来。我尼玛，想回我吃饭的家伙，门都没有！汉子跳上渔船，直接启动马达，渔船像箭一样冲了出去。哎，你大爷的，跑这么快，就你了，你给我站住！再敢靠近，我这鱼叉可不是吃素的。大爷的，非逼我动手是不是？士兵开车闯入敌军老巢，凭借着过硬的驾驶技术，在敌军阵地内杀了个七进七出，直到他一路跑到的海边，却被一艘改装过的渔船给拦住了去路。在汉子惊骇的眼神注视下，陈军从越野车上高高跃起，然后稳稳落在他身边。汉子手里的鱼叉都忘记递出去了。难道你是神仙？走你！汉子还没醒过神来，他便已经飞了出去。哎呀妈呀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汉子摔倒在沙滩上，身上并没有受什么伤。我的船，我的船啊！大哥，别送了，再送就出海了。我的船啊！大哥可真是个性情中人，只见了一面就哭哭啼啼的。
陈军突然想到，这艘渔船出了海就没法还给汉子了，他这才明白汉子哭哭啼啼的原因。于是陈军只能尴尬地指了指岸边。喂，大哥，看你千里送别，没什么好送给你的，那辆车就归你了。我草你！哈哈，再见。陈军没高兴多久，就见岸边不远处的上空飞来了一艘直升机，而离海岸稍远一些的海面上有几艘军舰正在缓缓移动。我尼玛，来得这么快！陈军狠狠地拉动渔船马达，渔船像离弦的箭一般飞了出去。嗷呜，这就是回家的感觉吗？感觉真棒！你大爷的，追得可真紧！陈军很清楚，渔船的速度根本没法跟军舰比，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操控着改装后的渔船，七扭八拐地胡乱窜逃着。妈的，这次给我盯紧点，那混蛋再耍滑头，就给我狠狠打他娘的！是，长官。臭小子，我就不信你还能耍我第二次！直升机低空飞行，扇起的水花拍打的李维斯脸庞，但他依然坚持把脑袋露在外面，眼睛死死盯着渔船上的陈军。报告舰长，已经锁定目标。给我盯紧了，这是在让人家耍脱。这舰长助理就别干了。舰长，我尽力。我不想听到尽力，我要听的是肯定，一定。是舰长，我一定盯紧他。哼，龙国杀手，这是在让你在我眼皮子底下逃脱，我这舰长就不干了。知了侯军方虽然反应迟钝，但还是知道事后复盘的。通过复盘，军方高层总算弄明白了龙国杀手是怎么潜入知了侯领土的。再坚持一会就行，马上就到龙国领海了。下面的人听着，放弃抵抗，举手投降，我军会优待你的。大爷的，你可真是烦人啊，耳朵都要被你吵聋了。你要是继续顽抗，我就要下令开火了。机舱一侧的机枪手把枪口缓缓下压，瞄准了陈军的后背。感受到生命威胁的陈军立刻抬起头来。敢飞得这么低，真当哥们的身体强化药剂是白用的。等一下，他这是在向我们示好吗？长官，他笑得很灿烂，我猜他是在向我们示好。哦，这可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再受这该死的海水折磨了。直升飞机距离渔船还有一段距离，陈军要是原地起跳的话，或许能够抓住起落架，但他的头顶还有一个机枪手正在瞄着他呢，所以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，能让他的手臂伸到机舱里去。有了，长官，他举起双手了。不，他这不是高举双手，他这是举起了船锚。长官，他举起船锚又代表了什么呢？难道是准备抛锚停靠渔船？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就在飞机上，两人讨论陈军的真实意图时，陈军手里黑黝黝的船锚突然高高飞起。不好，快躲开！他不是在向我们示好。妈的，干啥乱啊！机枪手刚想伸手触碰机枪，就见漆黑的船锚飞了过来，精准勾住枪托，而他触碰机枪的手也被弹了回来。快点把他推掉，他要爬上来了。长官，要不要提升高度，拜托对方的纠缠？你要不怕飞机失控，就把他升高吧。李维斯两人合力，才勉强掰动勾在机枪底座上的船锚，而陈军是由下往上抛，一人就把他丢了上来。可想而知，陈军的力量究竟有多恐怖。长官，来不及了，直接开枪吧。机枪枪体后半部分被船锚砸变形了，你要是不怕炸膛，就直接开枪吧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们还有应急道具。离机舱出口不远就有2个灭火器，李维斯和机枪手一人一个。等会他爬进了，就使劲喷他。法克，这家伙还是不是人了？顶着灭火器喷射还要往上爬吗？长官，朝着他的眼睛喷。不要，快回来！李维斯想要阻拦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一只血迹斑斑的大手突然抓住机枪手的脖子，把他拽出了机枪。知道你们为什么斗不过我吗？瓦特，因为你们对自己老公不够狠。陈军一个闪身便已落在李维斯身后，反手抓住李维斯手腕，用力一扭。不想死就带我离开这里。先生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跟你们这些洋鬼子交流真是费劲。陈军朝着龙国领海的方向指了指，飞行员立刻比了个 OK 手势。擅闯龙国领海，我们会死的。这下总能回家了吧？你他妈往哪飞呢？士兵独自闯进敌军老巢，在众多敌军的围捕下，竟然成功追杀敌军最高指挥官，使得敌军内部彻底混乱。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士兵竟然成功躲过层层围捕，逃回了自己的国家海域。这段惊人的刺杀传奇故事，也在国际社会上起了轩然大波。在陈军的不断拍打下，驾驶员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朝着龙国方向飞去。朋友，我们已经进入龙国军舰射程，继续往前走的话，可能会被龙国军舰上的机炮打成马蜂窝的。驾驶员也很自觉地让直升机悬停在了半空。你妈的，谁让你停下的？先生，真的不能继续往前走了。找抽是不是？赶紧往前开！就在双方鸡同鸭讲时，武装直升机的电台突然响了起来。这里是龙国海域，你们已经擅闯龙国国境，请你们速速离开，否则我们就要开火了。撤，赶紧撤！完蛋了，我们要死了！陈军没有理会2个吓尿了的歪果人，而是直接冲着电台喊话起来。龙国士兵陈军成功完成刺杀任务，请接引我回国。陈军不知道的是，他的这段喊话将会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上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。爸，陈军他成功逃出来了，赶紧把他接回来吧。
他逃出来了，你激动个啥？陈军为国家做了这么大的贡献，换谁不激动啊？哼，这小子不听组织指挥，擅自行动，还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他有哪门子的贡献？爸，陈军他成功挫败了知了侯的嚣张气焰，给龙国海域带来了安宁，这还不算贡献吗？刺杀的敌军统帅就打击敌军气焰了。安然，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。爸，不是一个，是两个。安然，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知了侯这么跳，是背后有人支持，死了一个敌军统帅而已，再换一个就是了。哼，我不管，反正这事是爷爷默许的。安然一抬出自己爷爷，安卫军顿时就无语了。安大校，陈军毕竟是咱们龙国人，既然已经逃出来了，还是赶紧过去接应吧。传我命令，收起舰载机炮，接应武装直升机，停靠我舰。是。爸，你太帅了。这丫头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直升机顺利停靠在长远号上，安大校亲自带队迎接。陈军，你有没有事？激动的安然抬手就要拥抱，吓得陈军连忙躲开。我没事，先把直升机上的2个外国俘虏带走再说。陈军同志，欢迎你回国。龙国士兵陈军向您报道。好，回来就好。虽然此时的陈军衣衫褴褛，很是狼狈，但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格外的吸引人。初时还对陈军抱有敌意的安大校，此时是越看越满意。这就是老爷子看中的年轻人吗？果然不一般。爸，这2个人该怎么处置？不要杀我，我也是接受上级命令，被迫做事的而已。各位长官，求求你们了，放过我吧！我家里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……闭嘴，把他俩带下去，好好审问一遍。是。身为白头鹰的海外职员，他们身上必然知晓不少机密信息。陈军就算刺杀任务失败了，只把2人带回来，也是大功一件。陈军，让你考虑的事情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安然总算忍受不了沉默，率先开口了。笨，考虑什么？你忘记了，就是之前给你说的，调你去我们特战大队的事。安然，怎么了？帮我请个假，我要去老班长的家乡祭奠一下。本以为陈军要说什么大事，可把满心期待的安然激动坏了，结果就只是帮忙请个假，安然瞬间就失落了。好吧，那就谢谢你了。喂，你着急什么？起码把组织给你的奖励领完再走啊。你帮我领吧。哼，姓陈的，我就不信抓不到你。就当陈军请假离开部队后不久，国际社会都要炸锅了。一段模糊的影像和录音彻底在互联网上传开了。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这段音频最近在互联网上炒得很火。龙国代表，请你做下解释。太可恶了！这么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，龙国竟然坦然接回国内，你们就不觉得可耻吗？哼，龙国不是一向自诩爱好和平吗？刺杀他国统帅，这又如何解释呢？我强烈要求让龙国把这个杀人犯交出来，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。对，交出来！我再重申一遍，这个叫陈军的龙国人是一个渔民，他擅自穿入他国，还去刺杀他国统帅，都是他的个人行为，与我国无关。你骗鬼呢！一个普通渔民能够躲避层层搜捕，刺杀他国统帅，你们龙国的渔民都是神不成？谁能想到知了侯的军事防守竟会如此稀烂，能被一个渔民成功混进去，还刺杀了最高统帅？要怪也只能怪他们自己吧。涂代表，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，赶紧把那个渔民交出来。龙国渔民陈军擅自离开国境，罪证确凿，我方将其拘捕审问，一切合理合法，贵方无权干涉我国内政。龙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舌战群儒，愣是说的所有人哑口无言，狠狠地给龙国长了一波脸。而陈军的名字也在国际社会上彻底传开了。有没有技术大佬把这段影像处理的清晰一点，让我好好看看这个刺客陈军长得什么样？我有，私了可拿。都别信他的鬼话，他是要收费的。我知道有个大佬把处理后的音频无偿发布到了他的主页上。求链接。我刚刚看过了，虽然画面很清晰了，但这个龙国刺客的脸还是看不清楚啊。没有办法，这个龙国刺客反侦查意识很高，故意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，就是为了不让人认出他的真实面容。真是太可惜了，没法瞻仰偶像的真正面貌。就在网络上吵得不可开交之时，真正的主人公已经悄然来到了一座小山村。士兵因独自刺杀了敌军最高统帅，而被全球网民所津津乐道，国际社会更因他掀起了轩然大波。然而，作为风暴中心的他，却悄然来到了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山村。有人在家吗？院里没人回应，反倒是从隔壁院落走出的一个男人。你找谁？请问这是郑相中家吗？男人上下打量了陈军几眼，很是警惕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是郑相中的战友，受我们连长的嘱托，来看看他家里的情况。哦，原来是相中的战友吧？快来我家里坐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就是来看看郑班长家里的情况。既然没人在家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男人看着陈军手上的礼物，有些目不转睛。同志，先别急着走啊，弟妹可能有事出去了，过会就回来。原来你就是郑班长，常常提起的大哥呀。是吗？相中是怎么说我的？我们班长说了，你……不等陈军把话说完，身前的院门突然打开，走出了一个眼睛红肿的妇人。同志，里面坐吧。嫂子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伤火熏的，你先进来再说。
嫂子，你不给陈军继续说话的机会，妇人一把将陈军拽进了院子，然后牢牢锁住了大门。弟妹，你男人没了，多少陛下钱，让小同志来我院里坐吧。不用大哥操心。妇人的表情很不对劲，她闷头走进屋内，陈军连忙跟上。嫂子，你有什么困难，尽管直说，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。小同志，这本来是我们自家事，可是……嫂子，你别哭，郑班长在部队里待我像家人，那么你们也就是我的亲人，有什么话尽管直说就是了。老郑牺牲后，组织上给了一笔不小的抚慰金，可是组织上的人刚走，老郑他那贪心的大哥就把存折拿走了。岂有此理！竟然还有这种事！小同志，你先别激动，这本来是我们自家事，你一个外人也不好管。要是放在平时，郑家老大拿走存折也就拿了。可是，嫂子，你先别哭，你不把当我自己人也没事。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要管，因为欺负军人家属，往小了说那是情理难容，往大了说那可是犯法的。小兄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嫂子，你别说了，这事我管定了。小兄弟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嫂子，你说吧。其实嫂子并不是在乎那些钱，实在是老郑没了，我们家里就没了收入来源。我家2个孩子还在上学，他们……嫂子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小兄弟，毕竟都是一家人，你可千万不要动手呀。嫂子，你放心吧，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，我心里有数。那你小心。嫂子，你回去吧。妈的，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连烈士家属的钱都敢碰，真是活腻歪了。在部队里，老班长没少提及他的家里人，可陈军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家庭条件会这么困难。你妈的，连车都有了，还贪那点抚慰金，真是贪得无厌啊！陈军顺着墙根一路溜到堂屋前，一抬头竟然看到了一颗摄像头。好家伙，这是不是就叫做贼心虚啊？陈军翻身跳起，身子直接挂房梁上，单手触碰那颗摄像头，一瞬间一串串符号在他眼前闪现，最终定格在了一串数字上。850316，好简单的密码，让我看看你在屋里搞什么飞机吧。却在此时，郑向南卧室里的摄像头红灯闪烁了几下，紧接着就灭了。大哥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老三，这次把你叫过来，就是把这笔钱分一下。大哥，这可是国家发的抚慰金，我可不敢要。钱到了自家人手里，还分你我吗？大哥，你就不怕上面过来查吗？怕个屁，这是咱俩应得的。啊，大哥，这不对吧？有什么不对的？你告诉我，老二去了部队那么多年，家里事务他管过吗？大哥，二哥在部队那么忙，怎么有空管家里呀？他忙个屁，说白了就是不想管。既然他不想管，出钱总应该吧？大哥，二哥家里还要养3口人呢，他在部队的工资也不多，拿不出钱也应该。狗屁！我早就打听过了，他在部队待了那么多年，早就应该升3级士官了，工资可不少拿的。大哥，二哥他是在驻守边疆，工资真没有那么高。别废话，我就问你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难道就不想订婚？大哥，谁不想订婚啊？可咱家里的情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就是因为知道，我才说这笔钱必须要分了。为啥？你傻呀？咱爹咱妈身体差，干啥都不舍得花钱，老二管过他俩吗？这什么这？我问你，家里日常开销都是谁花的钱？都是大哥。所以我说把钱分了，有错吗？大哥，我家里我没怎么出力，这钱我就不要了吧？不行，你必须要啊！为啥呀？因为这钱他自己拿了，就要他自己承受法律责任。完了，老大，我就说了，这钱不能要的。轰，瞧你那点出息！郑家老大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连国家发的抚慰金你也敢拿是吧？这钱到了我们自家人手里，那就是我们的，你一个外人管不着。理是这个理，但法可不是这个法。郑向南，你欺辱烈士家属，贪图烈士遗产，于法不容。我现在有权将你拘捕，送去相关部门候审。哈哈哈，小同志，你这话说出去谁信啊？我跟三弟都是烈士家属，咱们不妨出去让街坊邻居评评理，看看谁的话更可信，是吗？大哥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你给我闭嘴！没用的废物，整天窝在家里就会啃老。我这是在给你争取未来呢。前提是你们得有未来才成。士兵每天带5个女兵回家，而他却独自前往老班长的家乡祭奠。意外得知有人竟敢抢夺抚慰金，甚至还欺负老班长的妻子和子女。士兵一气之下便杀上门去，下定决心要为老班长讨回公道。完了，大哥，咱们刚才的谈话都被录下来了。你怎么会有我卧室录像的？呵呵，现在知道怕了。郑向南眼珠子一转，主动凑上前来。小同志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你说吧，要我怎么做才肯删掉视频？你觉得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吗？郑向南突然伸手就要抢夺陈军的手机，但他怎么可能是陈军的对手？陈军反手抓住郑向南手腕，然后轻轻一拧，便把郑向南的手臂拧在背后，把郑向南疼得哇哇乱叫。啊，杀人了，快来人呐！呵呵，真要杀你，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小同志，不，长官，这钱我不要了还不行吗？你把存折拿走，就放了我吧。你想得到没？就你这种猪狗不如的混蛋，杀了你我都不解恨。
长官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求求你放了我吧。你确定什么都可以？我的命除外。哼，杀你脏了我的手，我要把你送到监狱里去，让你好好接受一下其他禽兽的教育。小兔崽子，难道你真的要为一个寡妇出头吗？骂你畜生都是便宜你了，那可是你的弟妹。就骂她寡妇了，怎么了？心疼了？哈哈哈！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放了我，我让那个寡妇在我们村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妈的，找四！住手！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兄弟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能动手的吗？可是嫂子，你知道这畜生怎么骂你的吗？大哥，我家里还有2个孩子要养，我不要多，你把孩子这几年上学的学费给我，其他的我都不要了，你看成吗？呸！臭婊子，想要钱门都没有，回头我就让街坊邻居们都知道我二弟刚死，你就傍上这个小白脸，看看他们怎么戳你的脊梁骨，哈哈哈！耶！陈军本想一巴掌把郑向南的下巴抽脱臼，可转念一想，为了能让嫂子彻底认清现实，便没有打断郑向南的污言秽语。嫂子看到了吧，像这种畜生，忍让心软只会让他更加嚣张。你信不信，这次不把他打疼了，回头等我一走，他就会100倍1000倍的欺负到你头上。就在屋里几人争执之时，听到动静的街坊邻居都来到了院子里。哈哈，臭小子，我看你这回怎么办？向南，这是咋回事啊？你怎么被一个当兵的按住了？小同志，向南可是个好人呐，你可不能这样欺负我们老百姓吧？快放人，快放人！郑大爷、二大娘、老少爷们们，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老二家的贱人，趁着老二没了，竟然傍上这个小白脸，企图抢夺我们老郑家的家产呐！我没有，郑大爷、二大娘，你别听他胡说。我们不听向南的，难道还听你这个妇道人家的不成？就是相中刚刚没了，你就领着陌生男人往家里进，还说不是图的老郑家的家产。全程看戏的陈军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果断掏出了手机。好话都让这畜生说完了，看看这是什么吧。之前还对郑向南抱有一丝善念的嫂子，在看完这段录像后，她彻底心思了。郑向南，你个畜生，连自家兄弟的抚慰金都不放过吗？哼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这么多年，老二往家里花过多少钱？爹妈不都是我照顾的吗？可你也不能抢夺这抚慰金吧？这可是国家给的，你把它拿走了，我们娘仨该咋办呀？你在我们老郑家住着，还能饿死你们不成？可我那2个孩子学费怎么办？爹都没了，还上个屁的学？赶紧让他们回家种的就完了。看到了吧，嫂子，这种人你对他仁慈有用吗？小同志，你先把人放开，这毕竟是人家自己家里的事，也轮不到你管吧。就是你一个外乡人，还想欺负我们自家人不成？把人放了，把人放了！都给我闭嘴！小同志，先把人放了，你也不想看到我们，告到你们部队去吧。妈的，你个老王八蛋，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不是？你不啊？小兔崽子，你嘴巴最好放干净一点，否则今天让你走不出我们这个村子。呵呵，都他妈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种无法无天的勾当！告诉你们，这个畜生抢夺烈士遗产是严重违法的，我有权代表部队将他拘留。你们胆敢阻拦，就算做同犯论处。我不懂什么狗屁的法，你赶紧把人放了。不懂我就教你们懂。告诉你们，抢夺烈士遗产、欺辱烈士家属，那可是重罪。往重了说，可是为严重破坏国家安全。你们知道这混蛋一旦进去要判多重吗？这不至于吧？太他妈至于了！你们再敢阻拦，连你们也一块抓进去。别以为人多就不敢判你们的刑。陈军连忽悠带恐吓，总算把准备暴动的村民给震慑住了。站住！长官、大哥、嫂子，还有老少爷们们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我先走了哈。站住！长官，这钱我是1分都没碰啊，你不能抓我。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只要等会帽子叔叔来了，你在一旁作证，我保证你安全无事。啊，老三，别以为你能摘清楚，把我逼急了，就把你这些年干的破事全都抖落出来。你妈的，老大，我就说这钱不能碰，你偏要碰，现在可怎么办呀？却在这时，院门外响起了警笛声，2位帽子叔叔快步走来，他们看到一身军装的陈军，顿时愣了一下。谁报的警？同志，是我。哦，这位同志，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是的，事情是这样的。陈军把事情的经过快速描述了一遍，2个帽子叔叔听完后也都变了脸色。同志，这件事可非同小可，你有人证吗？有。那个警官同志，这是我们决定撕了，这警我不报了。嫂子，你哈哈哈，傻了吧，臭小子！士兵只是去小山村祭奠牺牲的老班长，却意外得知老班长的抚恤金竟然被畜生抢了。士兵当面去对峙，畜生不仅不害怕，甚至还叫来全村人，准备围殴他这个外乡人。十分抱歉，同志，他们都是自家人。既然当事人选择撕了，我们便也无权多问了。同志，对于这件事，我们也很气愤，但强行拘捕是不合法的，请您谅解。有录像这种罪证也不行。
同志，仅有一份录像是远远不够的，起码你得找到当面指证的证人，这才有说服力。陈军看向低头不语的嫂子，以及吓得瘫倒在地的郑向北，只能无语的叹了口气。算了，麻烦两位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配合军人兄弟的工作是我们的职责。眼看帽子叔叔走了，郑向南顿时又猖狂起来，哈哈哈！小王八蛋，你刚才不是叫的挺凶吗？倒是把我抓走啊！陈军没有回应，只是用力提起郑向南的手臂，疼得郑向南哇哇直叫。你快放开他，人家帽子叔叔都没法治他的罪，你有什么权利拘捕他？真当我们这些乡下人是好欺负的是吧？老少爷们们，咱们被一个外乡人欺负成这样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打他！陈军单手脱掉外套，露出壮硕的上身，那满身大大小小的疤痕都是他的荣誉勋章。我看谁敢！卧槽，看不出来，这年轻人衣服底下竟然这么健壮。看他身上的伤痕，一定是没少干仗。咱们这么多人，恐怕都不够他一个人打吧。就在众乡邻踌躇不前时，一直低头不语的嫂子突然发话了：小同志，你别闹了。嫂子，究竟是谁在闹？你到现在还看不清楚吗？小同志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把郑家老大送进去，他这辈子可就毁了呀。这个畜生抢夺抚恤金的时候就应该做好这种觉悟。小同志，我毕竟是个妇道人家，还带着2个孩子，真把郑家老大送进去，我们娘仨可怎么在这村里过下去啊？陈军这才明白，嫂子突然变卦的原因，竟只是为了未来考虑。嫂子，难怪你会忍受抚恤金被抢，还不上门去索要。要我说，你真是蠢到家了。你说我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就算你不把这个畜生送进去，经过这场闹剧，他还会善待你们娘仨吗？更何况你的这些乡邻，可都是帮亲不帮理的混蛋。你敢骂我们？我不光骂你们，还要把你们丑恶的嘴脸公之于众，让全国的人民看看你们是怎么欺负烈士家属的。小同志，这都是一场误会，你别激动，咱们坐下。坐你奶奶个腿！老子最讨厌你这种为老不尊的老东西。你不忘。刚刚被乡邻李顺气的郑大爷再次被气得倒在了地上。陈军可不管这些，被彻底激怒的他果断掏出了电话，拨打了安然的电话。喂，陈军，你现在在呢？你先听我说。好，你说吧。有人欺负烈士家属，抢夺烈士遗产，这种人该怎么处置？陈军，难道郑向忠家里？别问了，你就说该怎么处置吧。这个往轻了说，欺负烈士家属，抢夺烈士遗产，那就是不把我们军方放在眼里，是严重的挑衅行为。我要重的，越重越好。那往重了说，那就是危害国家安全，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好，安然，我给你位置，你马上过来，多带一些专业人士，越多越好。明白了。电话那端，安然也隐隐听出了陈军的怒气，果断叫上大队人马，朝着郑向忠的老家奔来。陈军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有事的是他们。说话间，陈军便把自己的手机抛给了安然。陈军，你给我手机干嘛？里面有这畜生抢夺烈士遗产的罪证。是吗？随着大队军车到来，原本气焰还很嚣张的众村民顿时都蔫了，连一直叫嚣不停的郑向南语气都不那么强硬了。喂，那个女同志，这其实都是误会，我跟我家三弟开玩笑呢，是不是啊？三弟啊，哦，对，没错，我们在开玩笑呢。弟妹，你说说你这什么急嘛？我说了，这笔钱我替你管着，你要用了，随时问我要就是了，干嘛把这么多军人同志叫来呢？这个我……妈的，死到临头还敢在这威胁别人！军人同志们，你们就看着他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吗？你算个狗屁的老百姓！老子若不是看在郑班长的面子上，早就一巴掌抽死你了。都听到了吧？这个年轻人当众威胁我的生命，难道你们这些当兵的都坐视不管吗？陈军，你先把他放开。不放，我要眼看着他被送进去，才能放了他。陈军，仅靠这份录像是无法将他往重了判的。我不管，今天叫你们来，我就没准备让他好过。安然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也算对陈军有了初步了解。他很清楚，一旦把陈军逼急了，他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。陈军，只要你答应我的几个要求，我就出面帮你摆平这件事。什么要求？1. 加入我们红蜘蛛特战大队。2. 进去以后，一切都要听我的。3. 任何时候都要随叫随到。2和3有什么区别吗？你别管，就问你答不答应吧。我考虑一下。喂，我没醉呀，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好像我马上就要被送进去了一样。你确实马上要被送进去了。好，我答应你了。行，这边不用管了，我会安排专业人士负责，你先跟我走。好。陈军放开郑向南，朝着安然走去。安然，从现在起，请叫我安长官。是，安长官，麻烦你给那个妇人还有她的孩子找一个安稳的落脚点，省得他们再被报复。她是郑向忠的妻子。是的。嫂子虽然怯懦了一点，但她出发点是好的。为了自己的老班长，陈军必须要把这件事管到底。你放心吧，军方不会烈士家属受欺负而坐视不理的。安长官，再麻烦你送我去一个地方。你还要去呢？先别问了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在陈军的指引下，安然开着军车直奔郑向忠的目的而去。与此同时，郑向忠的事迹以及他的家庭所遭遇的波折和困难，也在网络上彻底传开了，网友们全都被激怒了。
士兵为了帮烈士讨回公道，竟把叫来了大量部队的军官，只因罪魁祸首太过嚣张，连地方的帽子叔叔都管不了他。而为了彻底制服这个罪魁祸首，士兵不得不答应了一堆卖身条件。祭拜过郑班长以后，陈军便坐在安然的军车上，一言不发地等待着出发。喂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说什么？说什么都行。不想说。安然冷哼一声，猛踩一脚油门，军车便冲了出去。陈军，讲讲你那个郑班长吧。讲什么？以你的能力，不会查不到他的资料吧？资料我当然查得到，我想听的是资料上没有提及的事情。例如你的郑班长在你心中的地位呀，你为什么这么敬重他之类的。在我心中，郑班长是除了我父母之外最重要的存在。是吗？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你可以认为他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安然扭头看了陈军一眼，没有打断陈军的话茬。是郑班长教会了我当兵的意义，而就在刚刚，他又教会了我当兵的责任。什么责任？保护想保护之人，便是我们当兵的责任。安然眼神复杂的再次看向陈军，发现此时的他好像变了个人一样。不说这些了，爷爷之前说过，只要你通过他的考验，就会全力支持你。到了红蜘蛛特种大队，你有什么需求都尽管给我提。什么需求都可以。那什么特别过分的要求不能提。那能给我安排特定的时间跟家里人联系吗？啊，就这个要求。那还想怎么样？难道还能要求特战大队总指挥都听从我的调遣不成？也不是不行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要跟家里人联系吗？现在就可以。你确定不怕我暴露特战大队的信息啊？只要不涉及特战大队的具体坐标、成员分布等机密信息，其他的随便提。这可是你说的。陈军果断掏出手机，给家里打了电话。喂，臭小子，你不是在部队里吗？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？是不是又捅什么娄子了？爸，我调去红蜘蛛特种大队了。调就调吧，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。你等等，你刚才说调去哪了？调去红蜘蛛特种大队了。嘚瑟呵，我的宝贝儿子，你可算有出息了。特战大队可是全军精英聚集的地方啊！爸，你别一惊一乍的，差点把我吓得手机脱手了。电话那端很快传来了嘈杂声，紧接着就传来了陈军母亲的声音：“宝贝儿子，你可要注意身体啊！妈听说特种部队可不是人待的地方。”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儿子，你这突然调走了，也不回来看看妈，是想心疼死妈吗？妈，我跟这边的领导商量好了，我有空就能回家看看，是吧，领导？戴勒，阿姨放心吧，陈军现在可是我们特战大队的宝贝疙瘩，绝对不会让他磕着碰着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儿子调去特战大队，这可是大喜事，你哭什么呀？打电话给我。我不给，我还没跟儿子聊够呢。电话那端传来了熟悉的争吵声，陈军很是无语的一边安慰，一边分饰两角，跟爸妈聊着天。终于聊完了，这比执行任务还累。领导，以后我跟家里的通话时间，你帮我限制一下。这我可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谁让你在叔叔阿姨跟前连提都不提我呢？哈哈，开个玩笑。陈军，刚好特战大队这2天在举行勇士挑战赛，你有没有兴趣参加？没兴趣。招募任务已开启，任务目标：成功组建自己的特战小队，任务完成便可获得招募奖励。果然跟我想到一样，除了现实任务和挑战任务外，现在又来了个招募任务，看来我不答应都不行了。陈军，勇士挑战赛能够快速筛选出各类科目的精英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也方便你以后组建自己的小队吗？好，我答应了。只要你组建了自己的小队，那么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了。啊，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拒绝？因为我想好了条件。条件？对，我要求进入红蜘蛛特战大队后，就直接组建自己的特战小队。不行，你刚加入特战大队的新兵，怎么可能组建自己的特战小队？这不符合要求。那我就不参加勇士挑战赛了。好吧，这个要求我不能擅自做主，要回去跟总指挥商量一下，才能给你答复。不着急，反正时间有的是。陈军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是独自带队可不是一件小事。别浪费口水了，赶紧打电话吧。也哼。陈军惬意地躺在座椅上闭目养神，而安然则在一边不停地拨打着电话。军车缓缓朝着红蜘蛛特战大队方向驶去。都记住了吧？不就是几个挑战科目吗？有什么好记的？陈军，你别不把这几个挑战科目放在眼里。我告诉你，能成功闯过一个科目并获得第一的挑战者，那都是特战大队百里挑一的精英。要是几个科目同时挑战成功，还获得第1名的呢？啊，这个自我进入红蜘蛛特战大队以来，还没有听说过几个挑战科目都得第1的存在。巧了，今天你就能看到了。你该不会是指你自己吧？你以为呢？陈军，你别仗着爷爷器重你，就不把特战大队放在眼里。这里可是万里挑一的精英们聚集地，你这种想法很危险，知不知道？他们是万里挑一，那我就是亿万里挑一。陈军并不是特别爱出风头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其实都是为了接下来到招募工作做好准备。哼，你少得意，等会就会知道裤子怎么写了。喂，安大小姐，别忘了我提的要求。
然而军车早就跑得没影了，陈军只能尴尬地看向门口的卫兵。报告，新兵陈军前来报道，请出示你的证件以及介绍信。好的，请班长过目。其实进门之前，门口站岗的卫兵就已经得到了消息，这也是他们不主动上前拦阻的原因。陈军同志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红蜘蛛特战大队。好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谢谢两位班长。等陈军走入大门后，两个卫兵才偷偷议论起来。他就是独自一人刺杀敌军最高统帅的陈军吗？看着就一新兵蛋子啊！谁知道呢？或许是这家伙走运也说不定呢。算了，不聊了，别不小心被人逮到，可就遭老罪了。两位班长，哎呦，你干嘛？士兵刚刚加入特战大队，就接到了勇士挑战赛的邀请。士兵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甚至还口出狂言，直言要拿到所有项目的冠军。他之所以这么高调，只因这是系统给他派发的任务。陈军经过一路询问，总算找到了比赛场地。而勇士挑战赛的第一个科目就是铁人三项。与传统铁人三项不同，参赛选手都是在负重状态下才进行比赛的。我的身体经过了3次强化，早已远超常人。希望这个比赛科目里不会遇到怪物吧？喂，同志，你考虑好了吗？考虑好了，我要参加勇士挑战赛。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件。陈军掏出自己的证件，考官接过一看，明显愣了一下。你是刚从地方部队调来的新兵？是的。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确定要参加勇士挑战赛吗？我确定。很好，先去熟悉一下比赛场地吧。谢谢班长。喂，怎么了，班长？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这里的勇士挑战赛不是寻常部队考核可比的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感觉自己挺不过来时，一定要主动退出。每年参加勇士挑战赛，而伤病退出的赛程的战士不在少数。陈军是个新来者，考官好心提醒几句也算正常。谢谢了，班长，我一定会拿到所有挑战项目冠军的。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等会你就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了。陈军摇头晃脑地进入赛场，却发现不少比赛选手已经开始在适应赛场了。喂，来了个小白脸，你们知道他是哪个部门的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新招进来的新兵蛋子吧。特战大队选拔不是已经停止了吗？怎么还会有新兵进来？这还用想，一定是托关系进来的。刚来咱们特战大队就敢来参加勇士挑战赛，该说他勇呢，还是说他虎呢？管他那么多干嘛？等会比赛开始，保证没他好果子吃就对了。就在其他选手都对着陈军指指点点的时候，一个面色黝黑战士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到了陈军跟前。你是新来的？是的。我叫陈忠，你叫什么？陈军。我去，咱俩的名字就差了1个字，也太有缘分了。陈忠主动上前套近乎，让陈军心底警惕心大起。这家伙表面上看起来忠厚老实，但眼神里的狡诈可骗不过我。这家伙指不定在憋什么坏屁呢。嗨，陈锦，咱俩也算是本家人了。我看你没有挑自行车，我的这辆就先给你用吧。我用了你的自行车，你怎么办？我再挑一辆就是了。是吗？那我可太谢谢你了。眼看陈军接了自行车，陈忠便找了个借口，果断离开了。想要用这辆动过手脚的自行车坑我，那等会可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其实陈军接过自行车的时候，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他凭借着自己过人的视力，果然在自行车链条上发现了猫腻。参加勇士挑战赛的选手都靠过来，现在给你们分发负重包，已经考核服装，叫到谁的名字，谁就上前来领。由于铁人3项包含了自行车、游泳、长跑3个项目，所以参赛选手必须要穿特制服装。而陈军是最后一名报名参赛的。等他上前领取服装的时候，只剩下了一件大号参赛服。这位同志，你就将就一下吧，特制参赛服有限，没有适合的尺码供你挑选了。好家伙，这就开始下马威了吗？好的，班长。给你们5分钟的换装时间，5分钟后比赛正式开始。众选手快速换上参赛服，背上了10公斤的负重包。而当陈军换上大号的参赛服后，围观的战士们都要笑翻了。哈，太搞笑了！这家伙是准备去唱戏吗？这个参赛选手是哪来的？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生？听说是从地方部队特招进来的，想来有些本事。就他，哈哈哈，该不会是搞笑的本事吧？肃静，倒计时10、9、8。陈军，等会我在前面破风，你跟在我后面就行。谢谢你了，陈忠同志。不用这么客气，咱们都是自家人。信号枪瞬间响起，众参赛选手登上自行车便冲了出去，只有陈军在原地摆弄着自行车。喂，你干嘛呢？报告，这辆自行车我骑不惯。你早干嘛去了？现在比赛已经开始，没有中途换车的道理。那咋办啊？要么退赛，要么就推着自行车进行比赛。好，我就推着参加比赛吧。于是，在众多战士的围观下，陈军大大咧咧地推着自行车，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。我去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推着自行车参赛比赛，他能追上其他选手吗？你别说，这家伙的起步速度还挺快。我去，这家伙的双腿都跑出残影了，这还是人吗？你们快看，这家伙已经追上前面的参赛选手了。与周围看乐子的战士们不同，正骑在自行车上的陈忠扭头看到这一幕，脸都黑了。
这家伙一定是发现自行车有问题了。看这情况，他中途不翻车的话，还真能追上我呢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陈军推着自行车追上前面的车队时，他突然按一声，人人带自行车摔进了车队里，众人顿时滚成一片。我尼玛，陈军，你在搞什么鬼？实在对不住了，大家，我的参赛服太大，一个没注意被搅进了轮子里了。妈的，真是晦气，都别管他了，赶紧走。完蛋了，大家的自行车都一样，这可咋分谁是谁的呀？管他谁是谁的，谁捡到就是谁的。有道理。陈军伸手扶起了一辆自行车，然后登上就跑。原来他会骑自行车啊！这时候才意识到不对劲的陈忠，赶紧从身旁抢了一辆自行车出来。臭小子，等我完赢的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众选手纷纷上车，快速冲了出去。只有一个倒霉蛋拿到了陈军的自行车，刚骑了没几步，就因为链条断裂翻车了。臭小子，给我去死！嘿嘿，想下黑脚，门都没有。原本速度就极快的陈军，在他双脚猛蹬下，自行车竟然又快了几分。别人都是骑着自行车比赛，只有士兵是推着自行车跑路。只因他手里的自行车被人动过手脚，识破其他选手阴谋的他，果断以翻车的方式制造出了不小的动乱，从而趁乱抢了一辆完好的自行车。怎么可能？难道这家伙之前在隐藏实力？不甘示弱的陈忠也咬紧牙关，猛蹬自行车，试图追上陈军。好家伙，这么大怨气吗？那就陪你玩玩。陈军故意放慢速度，让陈忠误以为他体力不够了。哈哈哈，臭小子，终于跑不动了吧？等我追上你，指定没你好果子吃。是吗？那我可要谢谢你了。我尼玛，故意耍老子是不是？你给我等着！在陈军的带动下，所有参赛选手都把自行车速度骑出了新的高度，除了那个掉队的倒霉蛋。不陪你们玩了，我先走一步。姓陈的，我跟没完。一个个脸色苍白的选手看到在水里较劲的两人，他们的脸色更白了。还跟嘛？这俩瘪犊子也太非人类。算了，一直这么跟下去，早晚要被他俩拉爆。按照咱们的正常速度游就行。算了，不跟这俩牲口争第一了，我争个第3就行。想争第3，门都没有，第3是我的。本来准备摆烂的其他选手，却因为第3的归属权，又燃起了斗志。干嘛？你是追不上我的，就别费力气了。小兔崽子，老子今天追不上你，就跟你姓。跟我姓，不还是姓陈？你在这卡 bug 呢？少废话，咱们走着瞧。嘿嘿，那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极速吧。陈军双手挥动的像螺旋桨一样，嗖一下就没影了。我尼玛，这还是人啊？不行，一定要想个办法来教训一下他。陈忠眼珠子转动，瞬间有了主意。赢了。他怎么朝着那边游啊？难道那边是近路？由于陈军是新来的，对于赛道不熟悉，他本能认为陈忠游的方向才是近路，于是他果断追了上去。喂，你该不会以为这就能超过我了吧？我去，你是从哪冒出来的？嘿嘿，想甩掉我，门都没有。哎呦，我腿抽筋了，快帮帮我！我信你个鬼，你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眼看着陈忠真的在扑腾着下沉，把陈军也吓了一跳。卧槽，你真的抽筋了？救我！你大爷的！你说你逞什么能呢？陈军一猛子扎进水里，可迎接他的却是一只大手。陈军如何也想不到，陈忠之前都是装的，为的就是把他骗到水里，然后用渔网绑上。小兔崽子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你！你妈的，陈忠，老子以后再信你一句鬼话，我就是狗！哈哈哈，兵不厌诈，这是前辈我给你上的第一课，你可要给我记住了。陈忠，这是你逼我的，等会你可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好啊。先追上我再说了。陈忠，我不介意你们在比赛里用手段，但你的手段远远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？接下来就是我复仇的时刻了。我是不会被你追上的。人在恐惧的时候，往往会爆发出意想不到的潜力，而陈忠就是在陈军的全力追逐下，竟然一口气游完了全程，且没被陈军追上。我是不会被你追上的。是吗？你妈的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你试试就知道了。住手！比赛过程中严禁打架斗殴。他在比赛过程中拿渔网捆我，导致我差点被淹死。这算不算破坏比赛规则？比赛过程中，选手可以互相给对方设置障碍。陈忠的行为没有破坏比赛规则。好，给我玩这个是吧？这是你们逼我的。陈军黑着脸朝着前方追去。报告总指挥，他俩已经走了。知道了，全程关注他俩，不要让他们有太过过激的行为。报告总指挥，说。那个新来的小同志跑开的时候情绪很不对劲，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不用担心，他会控制住自己的。在赛场外的某个角落里，安然正跟总指挥戴胜站在一块，低声商议着什么。安然，你确定这小子不会出问题吗？他在海外可是出了名的出手狠辣的。你放心吧，总指挥，我对陈军的人品有信心。但愿如此吧，这么好的一根苗子，可千万别出了岔子呀。不会的，就通过陈军对待郑班长的态度，就说明他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。对待敌人他会毫不留情，但对待自己人，他一定会选择克制的，即使这个自己人人品有问题。
对了，总指挥，关于陈军组建特战小队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咱们红蜘蛛特战大队自组建以来，从来没有这个规矩。果然不行了。不过嘛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考虑到这小子的种种过人事迹，倒是可以破例一次。真的？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没说允许他组建特战小队啊，总指挥，那你刚才？可我也没说不许他组建临时小队啊。先看比赛吧，组织上自有安排。好吧。另一边，眼露凶光的陈军已经追上了精疲力竭的陈忠。陈忠，你给我站住！士兵刚加入特战大队，就遭遇了老兵们的各种刁难，彻底被激怒的他，准备在勇士挑战赛中狠狠教训一下这些老兵。陈忠头也不回地跑着，生怕被陈军追上，而陈军则是全力追赶。哎呦，我腿抽筋了，快躲开！陈军，你是不是忘了考官说的话？这里不允许打架斗殴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明明是我腿抽筋了，站立不稳摔倒了而已。那你踹我的一脚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人要摔倒的时候都很慌乱的嘛，理解一下。我理解你奶奶个腿，你明明就是故意的。是呀，我就是故意的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都是拜你所赐。陈忠，你期待着接下来的比赛旅程会更顺利一些吧？陈军不理傻愣在原地的陈忠，爬起身子就冲了出去。而在接下来的比赛过程中，陈军时不时就会出了黑脚、黑拳什么的，他和陈忠都摔得像个泥猴子一样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，上闲鱼有钱花。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陈军，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？求求你放过我吧！这就受不了了。之前在水里给我绑渔网的狠劲去哪了？我承认这件事是我做的太过分了。等比赛结束，我一定好好给你赔罪。你先消消气，咱们好好比赛行不行？嘿，你还知道这是比赛呀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上了战场呢。现在想和平相处了，门都没有。其他选手都追上来了，你继续这样跟我纠缠下去，咱俩都拿不到第一了。拿不到就拿不到，你只要不拿第一就行。陈军，这是你逼我的，那可就别怪我了。来呀，有什么下三滥的手段就全部用出来吧。陈忠没有回答，而是爬起身子就跑。陈军也毫不示弱地追了上去。而在剩下不到1000米的路程中，两人丢泥巴、扯大腿、锁脖子等等手段齐出，抱摔更是家常便饭。裁判，我要举报，这家伙严重违反竞技规则。你也可以摔他嘛。是哦，你怎么不抱摔我呢？是不想还是不行啊？你忙干，陈军。算你狠，我认输了。这就认输了？我还没玩尽兴呢。陈军同志，咱们都算是自己人，真做得太出格，是不是不太好呀？陈军，恭喜你获得了铁人3项的冠军。让一下，我还要参加接下来的射击比赛呢，别耽误我时间。陈军，你真的要去抢每个项目的第1名了？要不然呢？陈军，铁人3项对于体力和耐力是一大考验，而接下来的射击比赛又考验的是枪法，在体力大量消耗的情况下，枪法会受到不小影响的。我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你还去参加？不去试试，你又怎么知道我那方面不行吗？这要是考验别的项目，我可能不行，但考验枪法的话，我有枪械精通这个被动技能。怕他个锤子！安然眼看着陈军走远，他却若有所思地愣在了原地。报告，我是来参加射击比赛的。啊，这次的铁人3项这么快就结束了？没错。你先进场吧，等其他选手到场就可以开始比赛了。是班长。陈军先进入比赛场地，把玩起了摆放在桌面上的枪械。过了10多分钟，其他选手也陆陆续续进场了。士兵刚加入特战大队，就遭遇了老兵们的各种刁难，彻底被激怒的他，准备在勇士挑战赛中狠狠教训一下这些老兵。这次的比赛项目分为固定靶和移动靶2项，准备好的选手就可以去检验自己的枪械了。陈军来到自己事先选好的位置，朝着场地内的其他选手看去。陈忠那个混蛋竟然没来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不过想想之前那个混蛋那么拼命的争抢第一，没有体力参加射击比赛也算正常。陈军的身体经过3次强化，已经远超常人，现场的参赛者没人能跟他这个变态比。一上来就打100米手枪吧，多少有些变态了吧？果然是特战大队，最简单的比赛项目都要甩地方一大条街啊！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陈军抬枪就射。150米固定靶，现在开始。我去，都不通报成绩的吗？还是说一次性比完后再公布成绩？报告1号靶的成绩。报告100米靶全部上靶，成绩为10环10环10环。150米靶全部上靶，成绩为10环10环10环，总计200环。这怎么可能？150米靶全部上靶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全是10环。总指挥，你要是知道陈军在1号岛礁上超远距离打掉武装直升机的话，就不会这么吃惊了。哈哈哈，这简直就是枪王啊！咱们红蜘蛛特战大队真是捡到宝了。陈军可不仅仅是枪王，他的各项综合素质都是绝对拔尖的存在。参加比赛之前，他可是亲口说过要拿到所有比赛项目的冠军呢。好，这小子越强，就对我们红蜘蛛特战大队越有利。
总指挥，你现在还觉得让陈军组建自己的特战小队会不符合规矩吗？这个嘛，还要仔细考察后再下结论也不迟。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看他能不能拿到所有比赛项目的冠军。安然，很难得能看到你对一个男子这么上心啊，你喜欢他吗？总指挥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只关心咱们的特战队员而已。哈哈，好吧。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靶场的陈军再次举起了手枪。接下来要进行的科目是30米移动靶，所有选手做好准备。所有选手都知道移动靶不好打，但一上来就打30米移动靶，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那就来吧。士兵刚刚加入特战大队，就被迫参加了射击比赛。可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，明明是菜鸟的士兵，却打出了全场最好的成绩。只因士兵有个强大的被动技能，能让他的枪法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。下面进行50米移动靶，所有选手做好准备。乖乖，这次的射击比赛难度这么高的吗？用手枪打30米移动靶都已经难度很高了，现在又打50米，这是给人打的吗？你们看刚兰那小子，全程都显得很自信，该不会这次的射击项目又被他夺走冠军吧？不可能，枪法都是靠时间喂出来的。你看那个新兵才多大，难道他的枪法还能比我们更准？就在其他选手议论纷纷的时候，陈军则抬枪就射。报告所有选手成绩。是。对讲机里沉默片刻后，很快就传来到激动的声音。报告，1号固定靶全部上靶。真的假的？这小子枪法这么准的吗？能够被破格录取的新兵，果然实力不一般。固定靶打得准，有个屁用啊！移动靶打得准才是真的准。这个新兵是不是在之前的铁人3项比赛里获得冠军的那个？不会吧？难道他还想在射击比赛里也拿到冠军？别的先不提，这小子的体力是真的牛掰啊！难道咱们这些老兵真要被这个新兵比下去了？我不服！先等等看，或许这小子的移动靶打得不准呢。然而，当陈军的移动靶成绩也公布出来后，全场都震惊了。报告，1号移动靶全部上靶。统计综合成绩是。对讲机那边沉默片刻后，却又传出更加激动的声音。报告，1号固定靶全部10环，综合成绩为200分。1号移动靶全部10环，综合成绩为200分。这尼玛是枪神降临了吗？报告其他选手成绩。经过一番统计计算后，成绩最差的2名选手当场被淘汰。下面进行狙击步枪600米固定靶射击项目，所有选手做好准备。毫无意外的，在场所有选手的目光统一落在了陈军的身上。1号参赛选手，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？裁判，一项一项的比，实在是太麻烦了。我提议直接进行1200米固定靶和移动靶混合射击。这你先等一下，我帮你问一下。好的，裁判。报告总指挥，1号参赛选手要把狙击项目改成1200米混合靶射击。同意他的提议。可是总指挥，咱们这里从来没搞过这种射击项目呀。这不就有经验了吗？继续比赛吧。得到准确命令后，靶场的标靶全部换成了1200米靶，且固定靶和移动靶混合出现在一个场地里。我尼玛，这么多靶子混合在一起，不会打中吗？不行了，那些移动靶晃得我眼晕，我已经分不清要射击的靶子在哪了。跟这样的变态家伙分在一起，可真倒霉。看来冠军是拿不到了，只能去抢第2名了。就在其他选手正忙碌着瞄准时，陈军又率先开枪了。报告成绩。报告，1号靶全部上靶，且全部都是10环，统计成绩为200分，最终总成绩为1000分。这还是咱们特战大队第一个满分选手吧？这还是人吗？1200米靶本来就不好打，还把固定靶和移动靶混合在一起，难道他一枪都没有打歪？看情况是这样的，我现在越来越好奇，这是新兵是从哪个地方部队抽调过来的？他一个都这么厉害了，要是他服役的连队都像他一样，那岂不是比咱们特战大队还厉害了？哪会有这么巧？真有一连的神枪手，这家伙还会调到咱们特战大队来？有道理。这下咱们特战大队算是捡到宝了，相信很快又会有一个超级兵王出现了。陈军没有理会周围人的议论纷纷，他直接离开靶场，朝着下一个场地跑去。而围观的战士们也都被他吸引走了，只剩下了其他比赛选手和裁判，尴尬的处在原地。下一个比赛项目就是无限制格斗，好在经过之前的休息，我的体力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随着陈军的入场，格斗场地也彻底热闹起来。此时陈军的傲人战绩已经在整个特战大队都彻底传开了。你们说，这个新调来的枪王会不会再次拿到第1啊？这就不清楚了。按理来说，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练枪法的话，就没有时间去练格斗技巧才对。要不要打赌？我做庄。那我就赌这个新兵枪王会拿到格斗比赛的冠军。就在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陈军的身上后，一个身材高大的战士缓步来到了他跟前。你好，我叫周浩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陈军，请多赐教。你之前的战绩我已经听说了，你很强，你也不赖。通过刚才简单的握手，陈军已经试探出这个叫周豪的高大战士是个练家子。在刚才的射击比赛里，没有遇到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选手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吧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次的格斗比赛冠军是属于我的，你是抢不走的。
是吗？那等会就要多多领教你的实力了。我也很期待与你的交手。周豪跟陈军简单打过招呼后，便转身离开了。跟那个面相憨厚的陈忠比，这个周豪就要光明磊落多了。看来是对自己的实力真的很有信心吧？就在陈军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一直没露面的裁判总算是出现了。都过来，我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接下来的比赛注意事项。终于要开始了吗？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士兵刚刚参加完射击比赛，转头就报名了格斗比赛，而周围围观的战士们则是他到哪就跟到哪。只因士兵的比赛成绩实在是太过亮眼了，围观的战士们都希望看到他一路争夺各项比赛第一，从而坐实全能兵王的称号。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无限制格斗比赛，你们全员进入格斗场，展开互相搏斗，最终留在场上的就是第1名。裁判的简短描述却让所有参赛选手都懵了。裁判，这不对吧？无限制格斗比赛不是一直都是单对单的吗？临时更改的规则，你们要是觉得不妥，可以向上级投诉。那裁判，要是出现多对1的情况，又该怎么办？只要不出现故意伤害他人的情况，就算是所有选手针对一个，也算是符合比赛规则。一时间，全场参赛选手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陈军身上，谁让他之前表现那么亮眼呢？想要集体针对我，嘿嘿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谁还有疑问？裁判，你有什么疑问？裁判，这场无限制格斗赛限不限制参赛武器？好家伙，还以为你是个光明磊落的英雄，结果你转头就想用武器针对我是吧？为了各位选手的安全考虑，本场格斗赛所有选手只能使用拳套攻击。幸好是限制只能用拳套，要是让周豪这个武器大师拿到趁手的武器，咱们就没得玩了。是呀，周豪本来就来自于武术世家，跟他比拼武器，那不是自找苦吃吗？可是只用拳头，咱们也不是他的对手吧？听说周豪这家伙就用一双拳头把他们特侦中队打了一个遍呢。那咱们就联合起来，一起针对周豪就是了。就不信咱们这么多人还打不过他一个。那新来的那家伙怎么办？这个好办，我看周豪之前找过那家伙，肯定是去下战书了。等比赛开始，咱们先联合周豪，把那个新人搞掉，不就完了？好主意，就这么办吧。对于身边几个毫不避讳当面讨论战术的选手，陈军只能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同时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周豪的身上。怪不得这家伙之前那么有信心，原来还是武术世家出身啊！等比赛开始了，必须要跟他先拉开距离。要是都没有疑问的话，就开始准备吧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陈军从一旁摆满拳套的柜子上取下一副穿戴在手上，而经过他身边的周豪却轻轻说了一句话：放心吧，我不会联合他们针对你的。那可太谢谢你了，我又不傻，怎么可能信你这种鬼话？而令陈军出乎意料的是，比赛一开始后，周豪竟然真的没有主动攻击他，反倒是其他选手齐齐朝他冲来。我闪。这么一看，这个新来的不太擅长格斗啊。要是样样都擅长，那他还用调来咱们特战大队特训吗？理是这么个理，可是谁不想看到一个全能兵王从咱们大队诞生呢？你们说，这家伙该不会是故意示敌意弱吧？怎么可能？你看他被人追得那么狼狈，怎么可能是装的？但是这家伙每次都能从其他选手的围捕中逃脱出来，这也太巧了吧？有道理啊，1次2次是巧合，但每次都能成功逃脱，那就说不过去了。现在我觉得这个新来的家伙有很大的几率能够拿到格斗赛的第1。你也太乐观了吧！毕竟那个出自武术世家的周豪还没有出手呢。那咱们就走着瞧吧。与此同时，在一旁角落里观看的安然和戴胜却同时捂住了额头。别的我不清楚，这家伙既然能在敌人的国土上成功刺杀最高统帅，身手肯定很强才对。他至于装得这么狼狈吗？总指挥，我觉得陈军是认为场上还有一个强敌，他故意示敌以弱，才能让其他选手的关注焦点都转移到强敌身上。或许是这样吧，但他明明有实力，能正面淘汰掉所有选手，又何必搞这么一出呢？总指挥，你不觉得在敌人的国土上，只有随时伪装示弱，才能逃过所有敌人的搜查，最终成功刺杀敌军统帅吗？不过这次比赛过后，你多提醒他几句，让他在自己人的比赛上就别玩这一套了，毕竟赢了也不光彩。好的，总指挥，我会提醒他的，前提是他能听我的才成。继续看比赛吧。陈军没有时间理会观众们的议论纷纷，此时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赛场上，毕竟大家都是万里挑一的精英，身手都不弱。陈军既要逃脱他们的围捕，还要装作很狼狈的样子，其实是相当耗费精力的。看来这家伙是真的不擅长格斗，先不管他了，咱们集中力量去对付周豪。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还没有抓到这个新来的家伙，他该不会是属泥鳅的吧？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？这家伙为什么次都能躲过咱们的围攻呢？或许是运气吧，他要真的有实力，也不会搞得这么狼狈了。见一直抓不到滑溜的陈军，其他选手一合计，果断掉头朝着周豪扑去。让你看戏这么久，这次终于轮到你了吧？陈军趁着其他选手围攻周豪的机会，他偷偷溜到了周豪的身后。嘿嘿，这个趁乱摘桃子的感觉还是挺爽的。
陈军，你给我等着！看到偷偷溜走的陈军，周豪都快要气炸了。奈何他正被其他选手围攻，根本没法脱身。嘿嘿，你来抓我呀！安然，这个怎么解释？这个吗？可能也是战术的一种。什么战术？用得着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？嗨嗨，等比赛结束了，让陈军当面给你解释吧。对于陈军的行为，安然也彻底无语了。既然他没法帮他开脱，就只能选择摆烂了。好家伙，果然有点实力，真让你脱围出来，那还得了？陈军打定主意，又偷偷摸到周豪身旁，抬脚就踹。你妈的，陈军，能不能光明正大跟我打一场？傻子才跟你刚正面，大家快上啊！这家伙站不稳了，加把劲就能把他摔倒。士兵参加格斗比赛，不跟对手刚正面，专用下三滥的手段，使得全场嘘声四起。他不仅不觉得可耻，反倒变本加厉地踹起了黑脚。周豪不愧是练家子，纵使被人围攻，仍然闪躲有序，只是冷不防的一只黑脚，彻底打乱了他的节奏。快压住他，不能让他起来。陈军，我跟你谋完。先躲过我的攻击，再说大话吧。陈军朝着周豪的脑袋重重捶了几拳，然后转身就跑。呀，都给我起开！我去，大事不好，开溜！陈军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不是想跟我光明正大的打吗？现在就给你个机会。不用了，让我追上你，你就死定了。你不觉得跟我动手的时候有其他选手在场会很碍眼吗？他们趁乱偷袭怎么办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今天就想让你死。大块头，你是不是死脑筋？只要把其他选手干掉，不就能光明正大跟我刚正面了吗？正在急速追逐的周豪突然愣在了原地。有道理，我马上把他们都放倒。不是说好刚正面的吗？我也没说，现在就刚正面啊！你耍我是不是？要怪就怪你太死脑筋吧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被彻底激怒的周豪忍受着陈军的不断骚扰，硬是把其他选手都淘汰出局了。哎，跟我光明正大的打一场。好，那我就陪你打一场。陈军突然变得严肃认真起来，反倒让周豪有些不适应了。两人拳来脚往，打得格外热血硬气。哇塞，这还是刚才那个下黑脚的新兵吗？打得也太硬气了吧！刚才真没看出来，这小子身手竟然这么好。之前他能成功躲过所有选手的追捕，其实我们就应该意识到问题所在了。这也不怪我们，你见过那个高手会有哪些下三滥的手段啊？场外讨论的火热，场上更是打得激情澎湃。周豪拳脚功夫很扎实，然而陈军不按常理出牌，他硬是凭着以伤换伤的打法，逼得周豪节节败退。喂，这只是格斗比赛，你至于这么拼命吗？你刚才不还说要我死来着？那股狠劲去哪了？我只是说说而已，还真能对自己人下狠手啊！幼稚，真上了战场，还像你这样抱着仁慈之心，只会死得很惨。哼，还用不到你这个新兵来教训我。周豪也打出了火气，不再防守，直接跟陈军对攻起来。很快，两人身上便添了不少伤势。这种硬碰硬的打法，使得全场欢呼不已。都住手！我去，总指挥怎么来了？真是可惜，这两人看来是分不出胜负了。那这场格斗赛的冠军该给谁啊？总指挥都发话了，谁是冠军还重要吗？周豪看到总指挥到来，他连忙停下了手中动作，却不料陈军一拳砸来，给他打了个熊猫眼。你大爷的，陈军，没听到总指挥让停下吗？周豪，想不到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也会使这种下三滥手段啊！陈军，你跟我过来。你谁啊？干嘛要听你的？你他喵的，真是给你脸了！总指挥，你别激动，陈军，你给我立马滚过来！安长官，不要叫我安长官，我是特侦中队的中队长，你以后归我管，叫我中队就行。是安长官。陈军，我最后再叫你一次，再不跟我走，就后果自负吧。陈军看向安然，安然则疯狂给他使着眼色。陈军立刻换上了笑脸。好嘞，首长，我这就来。陈军脱掉拳头，跟着总指挥和安然快速离开了格斗场。陈军，勇士挑战赛就到此结束吧。可是首长，我还有2项比赛没有参加呢。你一个新人，太出风头不好。那首长有没有什么补偿？好小子，你还是第一个敢跟我讨价还价的。我这叫据理力争，不让我参加比赛，总该给些补偿才对吧？允许你组建临时特战小队，这补偿怎么样？怎么是临时特战小队？安长官，你……陈军正要跟安然讨个说法，却见安然使劲冲他眨眼，陈军只能把话又咽回了肚子里。好吧，临时的总比没有强。安然，你负责给他安排队友。是，总指挥。我还有其他事情，你们自行安排。眼看着总指挥大步离开，陈军这才问出了心中疑问：安长官，不是说好的组建特战小队的吗？怎么变成临时的了？你就知足吧，本来总指挥是连临时特战小队的请求都不答应的。为什么呀？你一个新人就能组建特战小队，让那些特战老兵怎么看？他们怎么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去了，那些特战老兵都是兵油子，惹得他们不开心了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使绊子了。哼，想不到特战大队里也会有这些不良风气。这就是部队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怎么可能没有人情往来？行吧，那我要找的队友，你要赶紧给我找来。好，你说吧，都有哪些要求？勇士挑战赛里有没有你看上的人才？当然有，我要的第一个队友就是铁人3项里的陈忠，那家伙虽然人品极差，但是耐力不错，以后跟着我打下手，我会省下不少麻烦。还有呢？
刚刚那个叫周豪的，拳脚功夫不错，可以让他当个突击手，负责正面吸引火力。好，还有吗？至于其他的嘛，我还需要语言专家、医疗专家、爆破专家、伪装专家各一个。啊，没了。没了。这不对吧？加上你的话，现在才7个人，正常特战小队都是10到12人，你这小队严重人员不足啊！我自己就是狙击专家、通信专家、载具专家，还有潜入专家，要那么多人干嘛？你一个人能身兼数职吗？当然可以。陈军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吧，1个月后就是特战大队的大比武，你们这个特战小队要是出不了成绩的话，想要转正就没机会了。总指挥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允许我组建临时小队的。新兵参加特战大队的挑战赛，竟因表现太过亮眼而被终止了比赛。在新兵的据理力争之下，他竟然真的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特战小队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那可太好了，按照系统的习惯，有这么重要的比赛在，怎么可能不给派发任务啊？你们临时组建的特战小队磨合期只有1个月啊，这你都觉得好？1个月足够了，有我在，保证能够拿到大比武的冠军就是了。安然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也不知道陈军哪来的自信。要知道特战大队里不比他弱的精英可大有人在啊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的特战小队确定只要7个人吗？我确定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你别后悔。安然有些气不过陈军自信过头的模样，干脆也赌气不去给陈军的队伍满配了。你要的人我都带过来了。好的，麻烦你了。安然冷哼一声，扭头就走。喂，臭小子，可真有你的，竟然能让安中队给你召集人手。以后见面叫我队长，否则后果自负。陈军身上突然散发出浓烈的杀气，把还想说话的陈忠给吓了一跳。好了，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队长，我叫……我的特战小队代号为毒牙，意思是见血封喉，一击必杀。以后队伍里都以代号相称。我的代号是影珠。切，还真当自己是队长了？就一个临时小队，大啥什么呀？看来你对我有很大怨言啊。就有怨言了？怎么啊？当然没有问题，但在我的小队里，有任何怨言都给我憋着。凭什么听你的？就凭我比你强。胡说八道！我倒要看看你究竟强在哪里。陈忠说完，抬拳就朝陈军砸去。刚跟陈军交过手的周豪已经不忍直视的捂起了眼睛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同志，我们队长正跟队友开玩笑了。这里是军事重地，不得大声喧哗，听到没有？好的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在2个纠察的注视下，陈军带着其他6人快速出了会议大厅。不错，反应还挺快。队长，现在大家都是队友了，之前的旧账就白计较了吧？怎么能不计较呢？有仇有怨当场报，之后才能团结一致嘛。另外，我再提醒你们一句，在我的队伍里只能以代号相称。好的，英主，有本事你就把我放开！不是说有仇有怨当场报吗？我就要报给你看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白挣扎了。我罗谢。陈忠摆开架势，再次朝着陈军冲来，却被陈军一手放翻在地。怎么可能？之前比赛的时候，你明明没这么强的。要不是那场铁人3项比赛不允许打架斗殴，你以为你能在我手上走过3招吗？陈忠不再言语，明显是被陈军震慑住了。还有没有不服的？4个新叫来的队友面面相觑后，纷纷摇了摇头。恭喜宿主完成招募任务，获得招募大礼包1份。打开招募礼包，礼包已开启。恭喜宿主获得身体强化机会+1，获得被动技能无人机专家。宿主擅长操控各种无人机，技能可升级。其他6人看着陈军满脸舒爽的表情，顿时变了脸色。鉴于这个傻子的冲动行为，你们的代号都只能由我来定。这家伙以后的代号就叫骆驼。行，骆驼就骆驼吧。你的代号是铁板。你俩好歹还是个动物，到我这咋就成铁板了？怎么，你不服？代号而已，叫什么都成。相比起其他4个新人，周豪已经算是幸运的了。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哥，代号是4眼，唯一的女特战队员，代号是马尾，皮肤黝黑的小哥，代号是黑皮，唯一的中年男子，代号是抱抱。怎么样，我起的代号都挺不错的吧？报告，对。英主，你就不怕他们留下心理阴影吗？不会，因为有更大的阴影在等着他们呢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陈军带着队友们加倍训练，众人常常训练到半夜才能回去休息。陈军，总指挥叫你过去。好，我这就来。我的天哪，终于有喘口气的机会了。骆驼，谁允许你坐下的？今天训练量加倍啊！你让我气死了。好，等会回来还见到你活着，我当场弄死你。我错了，英珠，我这就加练。陈军，你不觉得这样练会把人给练废的吗？我不觉得，他们的训练量比我轻多了，有啥可抱怨的？你以为他们都跟一样是超人啊？话说，你都不会累的吗？不觉得累，我每天都精力充沛。真是个怪物。对了，你们队伍里可是有个女队员的，你不心疼其他人，好歹也心疼一下她吧。在我的队伍里没有男女之分，既然都是特战精英，为什么还要特殊照顾？况且就算我特殊照顾了，难道人家就开心了？哼，真是根木头。不管了，真要练出事来，反正由你担着。这就对了。半个月不见，安然本来有很多话想跟陈军说，奈何这个把帽子都练出肌肉的怪物说话太让人不爽了。安然气鼓鼓地带着陈军去了总指挥的办公室。陈军，
到。现在交给你们小队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，只要你们顺利完成任务，以后你要什么，我都想办法给你搞来。总指挥，你可要说话算数哦。新兵刚刚加入特战大队，就组建了自己的特战小队，就让特战老兵们很不爽了。为了平息老兵们的愤怒，总指挥竟然给刚组建不久的小队下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。当然都是真的。那可太好了，总指挥，我需要一套智能指挥中心装置，可同时兼顾探测、侦察、联络、综合分析等多种功能，最好还要做成手表大小，这样方便携带。陈军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总指挥，我知道想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确实挺难的，但你刚刚不是说了要满足我的所有条件吗？哼，我是说过，但你所说的这种装置需要兼顾那么多功能，还要做的跟手表一样大，你知道有多难吗？总指挥，你该不会是想说话不算数吧？好小子，将我居是不是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这种特殊设备需要花费不少时间研制，而且顾及到设备的大小，那时间就更长了。那就算了吧，等设备研制出来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这么先进的玩意确实难以搞定，不过我猜系统商城里会有，回头我去翻翻看。既然这个不行，那你就再换一个条件吧。总指挥，我要各种型号的无人机，别管是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，都给你来一套。这个倒不难，回头我让人给你带来。我有点好奇，你要这么多无人机干嘛？总指挥，这个属于机密信息，我可不能随便透露。好小子，跟我打马虎眼是不是？好了，现在可以给你下达任务了吧？总指挥同志，请指示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不久接到地方缉毒警局求助，说是银三角境内有一伙贩毒的暴徒极为猖獗，残害了咱们不少龙国同胞，甚至连缉毒警察都不放过。总指挥，是让我出动剿灭这帮暴徒吗？那些暴徒拥有不少大火力武器，你们小队刚组建不久，让你们出马去剿灭他们，难度有些太高了。你们只需要把他们绑走的缉毒同志营救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件事包在我们身上。正愁最近没有陪练对象呢。我听说你小子最近带队训练得很凶，打得其他特战小队都不愿跟你们对练了。哪有说的那么凶，我们只是比较拼命而已。陈军，这次的任务不比日常训练，你一定要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。放心吧，总指挥，有什么比单枪匹马在敌国境内活动更难的吗？我听说过你之前战绩，所以才会把这么危险的任务交给你们这个新建成的小队。这次不同以前，你要带队完成救援任务，一定要顾及好队友们的性命安全。放心吧，总指挥，我怎么把他们带走了，就怎么把他们带回来。你去吧，早做准备，等会安然会给你们介绍详细情况。是。看着陈军匆匆离开，总指挥戴胜忍不住叹了口气。老首长，为了让这小子服众，我可是豁出去了，希望他真的像你说的一样吧。接到救援命令的陈军快速返回队友们训练的场地。接到总指挥命令，我们要去银三角执行一项很危险的营救任务，大家抓紧时间去换装准备。影珠，咱们的特战小队刚刚组建不久，怎么会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？该不会是组织上安排的特殊试炼吧？马伟，你要是抱着这种心态去执行任务，那你会死得很惨啊！赖真的呀！我提醒你们一句，这次的任务用的都是真枪实弹，你们最好做好心理准备。银珠，我之前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危险的行动，我们真的可以吗？四眼原来是特战大队通讯部的，精通多国语言，算是一个学历很高的特战精英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保证你们不会少一根头发。影珠，都这时候了，你就别吹牛了。出门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，怎么可能不会磕到碰到？那你们是不知道我之前所打下的战绩。什么战绩呀？回头你们可以查查，知了侯军方最高统帅被刺杀事件。难道英主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刺客？哈，我现在这么出名吗？英主，我早该想到是你的，哈哈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你在互联网上可出名了，有人还想重金悬赏见你一面呢。这可不是件好事，黑皮的。出外执行任务之前，给大家都做一下妆容。是，英主，咱们不是去执行救援任务吗？需要化妆吗？正如你所说，我现在在互联网上实在是太出名了，估计外面盯着我的人不少，化妆很有必要。我懂了，英主，你是担心有不怀好意的家伙会破坏我们的救援行动。没错，骆驼呀，以后我们的执行装备都由你来携带，我们轻装出行啊？为什么呀？谁让你耐力最好呢？英主，要说耐力，你不是。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了，等会还有一套无人机设备需要你来携带。他妈的，真当我是骆驼了？你以为呢？却在这时，一辆军中卡车突然开进了训练场，安然从车里跳了下来。陈军，你要的无人机我都给你带来了。我操，这么多！影中这么多的无人机，我一个人怎么带呀？你怕个毛线啊！大型的无人机设备不会让你携带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过小型的无人机也是有不少的。影中，你说话就不能大喘气吗？陈军没有理会陈忠，跟着安然来到卡车一侧，看着车厢里的各种型号无人机。太大的无人机就不要了，出去带着不方便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给我留下吧。在陈军的指点下，什么机器狗、微型蜘蛛机器人、飞行无人机等等，都被挑选了出来。影中这么多的无人机该怎么携带啊？
放心吧，这些无人机都可以折叠的，等会有特制的收纳箱送来。可是这些无人机加起来，少说也有上百斤了吧？谁让你的体力是咱们小队里最棒的？我信你个鬼！你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。相信自己，你一定行的，就当是负重训练了。就在陈忠又准备抱怨时，安然一脸严肃地打断了他们的话。同志们，这次你们要执行的任务格外的危险，我来给你们详细讲解一下任务细节。士兵带着自己的小队拼命训练，只因1个月后的大比武特别重要。可让众人怎么都没想到，他们还没等来大比武，却等来了极为危险的任务。安然详细地把任务内容讲解了一遍之后，众人便在陈军的要求下化了特殊的妆容。喂，安长官，还看得出来我原来的长相吗？你的脸怎么变得这么黄？银三角那边的普通人皮肤就是这个颜色，为了混进他们内部，我让黑皮特意做的伪装。不愧是伪装专家，你这身军装要是换掉，就真的很像银三角当地人了。等出了国境线，我们就会把军装换掉。说话间，其他人也都化好了妆容，快速朝着这边跑来。只有陈忠扛着个大箱子，很是吃力地往这边带。头儿，这箱子再加上里面的各种装备，起码也有200来斤。我试算了，能不能叫个人帮我来抬？不能。头儿，我扛着这么重的箱子，行动能力可就大打折扣了。你就不怕我拖咱们小队的后腿？又不用你直接参加战斗，你移动多慢都没有问题。况且关键时候，这个大箱子还能当掩体不是？头儿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是不是在公报私仇？对，就是在公报私仇。你想怎样？没什么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那就少废话，全体都有，上直升机。陈军，你们好歹是一个团队，这么公报私仇，有点不地道了吧？就让他扛一个箱子而已，又不用他直接参加战斗，怎么就公报私仇了？陈军，你们小队本来就人少，现在还少个人参加战斗，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没办法，谁让我多才多能？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这次的任务危险程度不比你单枪匹马闯进敌国境内差，你这样不重视，可是会坑害其他队友的。安长官，你也太小瞧他们了，他们可都是万里挑一的精英，更何况我早就想好了，出去执行任务时该如何保护他们。是吗？走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好吧，一行人坐着武装直升机直奔边境而去。停车，接受检查。同志，我们正在执行紧急任务，麻烦通融一下。你们是红蜘蛛特战大队的？是的。请问同志，你们是去银三角执行救援任务吗？这你们都知道。那些贩毒的歹徒实在是太嚣张了，不仅绑架我们的同志，还拍了视频上传到网上。要不是我们要坚守国门，早就冲出去跟他们拼命了。这就是龙国的士兵啊，凭借一腔热血，把纯真的爱都献给了祖国。你们放心吧，他们嚣张不了多久了。同志，一定要把咱们的人带回来。放心吧，一定会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也拍一段视频发布到？不行，事关机密，不能私自拍摄视频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冲动了。各位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你们也是。经过简单的检查，2辆军车便出了国境，进入银三角境内。人家就是想震慑一下那些暴徒而已，你凶人家干嘛？规矩就是规矩，要是咱们的军队也跟那些暴徒一样，让国际上的友人怎么看待我们国家？就因为我们国家的行事风格太中式重举了，才会让别人认为我们好欺负。这种形象必须要改改了。陈军，你可千万别胡来！咱们国家之所以对周边国家都是放善意，这与我们目前的外交政策有关，你可别让咱们的外交团队难做。放心吧，该怎么做我心里有数。这次的任务只是营救被俘人员，多余的事情不要做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你之前不也说了，我们小队人少，战力严重不足，就算我想做其他的事情，也是有心无力嘛。你最好这么想。好了，就把我们送到这里吧。你们行动期间，我会留在银三角境内策应你们，有事要跟我沟通。收到，避免通信信号被拦截，我先闭麦了。陈军，谁让你擅作主张的？你大爷的！安然和陈军分头行动，而他们要救援的目标，此时正在一个小村寨中受罪呢。说，你还有多少同伙在这里？我是龙国公职人员，你们这样非法拘禁，一定会受到严厉惩罚的。哈哈，笑话！就你们龙国那些软脚虾，他们敢进入银三角吗？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哈哈哈！你们龙国人可真逗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后悔。说，你们还有多少同伙在这里？呸！你们把我打死吧！实话告诉你吧，跟你一起抓的同伙，我们已经把他折磨死了，就埋在后山的乱石堆。你要是再不说，下场就跟他一样。一听到自己的部下已经被折磨致死了，身为缉毒小队长的童虎瞬间就红了眼睛。妈的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哈哈哈！我就喜欢看你们既看不惯我，又打不到我的样子。啊，畜生！等老子脱困了，一定要宰了你！脱困？哈哈哈！你在想屁吃呢？给我打！下面盐水的辫子狠狠抽打在童虎身上，很快就打得他皮开肉绽了。都拍下来了吧？头儿都拍下来了，很好，回头拷贝出来发给白头鹰的 CBI， 咱们又有刀握拿了。是。自愿嚣张的歹徒们并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的死期已经悄然降临了。
兵王第一次带队出外执勤，就遇上了最危险的营救任务。不仅敌人毫无人性，他们背后更有大国支持。面对如此强敌，兵王只是选择了按兵不动。徒儿，目测歹徒最少也有上百人，他们还跟普通平民混在一起，明显是拉他们当盾牌，咱们该怎么办呀？敌我实力悬殊，不能正面硬碰，优先寻找藏匿人质的地方。可是头儿，他们寨子里守卫这么森严，还有各种重型武器，咱们又该怎么找到藏匿人质的地点呢？找个当地人问问不就知道了。陈军没有理会陈忠的惊讶，而是转身看向其他队员。四野、马尾到，你俩假扮游客，前去跟里面的歹徒接触。撤。为了顺利接近敌人的老巢，陈军等人都提前换上了当地人的服装，让两人去充当游客，也不容易暴露。你们跟我走。在陈军的带领下，众人绕过敌人的巡逻范围，悄悄靠近正门范围。头儿，你这是干嘛？这棵树的枝杈离寨子的正门很近，我去调一个当地人过来，你们原地待命。要嘞。陈军没有回应，而是很快钻入了茂密的树冠中。干什么的？大哥，我带着我老婆旅游的，没想到迷了路，就想着找人问问路。四眼精通多国语言，跟这些歹徒交流完全没有问题。哟，这娘们虽然脸黄了点，身材还是挺标致的。大哥，我俩结婚了，我们就是问个路，问完马上就走。结婚了又怎么样？妈的，老子在这个小寨子里快要憋疯了，让你娘们给老子爽爽。大哥，你们这么做可是犯法的。犯法？嘿嘿，老子手上的家伙事就是法。大哥，求求你们了，我们真是路过，我们马上就走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夫妻俩吧。不得不说，四眼的演技还是挺厉害的，把一个软弱可欺的窝囊男人形象都给演活了。哈哈哈，老四，你看着这个小四眼，我先带他娘们去爽爽，等会就轮到你。好的，二哥，你快一点哈。你猴急什么？等二哥爽够了，这个女人随你处置。在老四的逼迫下，四眼和马尾被逼迫着朝着寨子正门外的一处河沟走去。一直趴在树上的陈军看完了全程，他虽然听不懂双方在说什么，但通过四眼的表情判断，这两个歹徒已经上钩了。不错，虽然我只是让他俩去沟通，他俩还能随机应变，把歹徒勾引出来，正好省去了不少麻烦。老四，你怎么了？四眼一把拖住拿枪歹徒的身体，不让他直接倒地发出声响，顺手夺过他手中的枪械。不好，有！不等歹徒开口叫人，一直沉默不言的马尾突然飞身而起，有力双腿直接绞住歹徒脖子，将他拖倒在地。妈的，就你这种垃圾，还敢碰老娘？看老娘夹死你！马尾留个活口。撤！陈军将早就准备好的绳套甩出，精准套中歹徒脖子，用力一拽，歹徒便已经两眼翻白的掉了起来。银珠，再掉一会，人就没气了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说话间，陈军便松开了手中绳套，还有一口气的歹徒被重重摔在地上，直接昏死了过去。拖走。撤。随他马。闭嘴。虽然听不懂陈军说什么，但歹徒还是很明智的闭上了嘴。四眼，你翻译。是。你们把人质藏哪了？大哥，我就是个看门的，真不知道人质在哪了呀！妈的，找死！陈军手上微微用力，歹徒脖子上立刻出现一条血痕。我说，人质就藏在寨子后的菜园子里。哼，真是个贱皮子。陈军收起匕首，转身就朝寨子后边走。头儿，这家伙怎么办？还营针呢？以防他故意诓我们，先留着他，等确认了人质的位置后，再把他做掉。众人全程用龙国语言交流，歹徒也听不懂，就只能老老实实的跟着去了寨子后边。好家伙，他们说的菜园子原来是种这种毒物的呀！头儿，这群歹徒就是贩毒的，种点毒物也是理所当然嘛。骆驼，把装备箱打开。陈军从装备箱里拿出了一个 VR 眼镜、操控手柄以及一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蜘蛛机器人。你们龙国的装备都已经这么先进了吗？这才哪到哪啊，更先进的还没拿出来呢。完犊子了，这回是碰上硬茬子了，等会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好保住自己性命。众人并没有理会这个觉悟很高的歹徒，只是等待着陈军的侦查结果。找到了。头儿，人质情况怎么样了？很糟糕，这群歹徒正在折磨他，咱们要赶紧动手了。一听到自己人正在遭受折磨，众人都急了。现在有一个活命的机会，希望你能好好把握住。只要能让我活下来，我保证配合。带我们靠近那个简易民房，就饶你一命。可是我只是一个看门的，他们不会让我靠近的。那你就去死！别，我做，你们说什么我都照做。走吧。在陈军的胁迫下，看门的歹徒只能无奈地带着众人朝着毒园中的简易民房走去。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大哥，白头鹰那边派了几个专员，要见一见龙国人质。你骗鬼呢！白头鹰会派几个龙国人来接触龙国人质，他们都会多国语言，方便他们交流沟通，不是？四眼果断掏出提前准备好的证件，用纯正的白头鹰口音说话。我们是 CBI 探员，麻烦你们带我们进去见见人质。听到了没有？地道的白头鹰口音。不对吧？他们要见人质，不得先跟老大打声招呼吗？我们怎么没有收到消息呢？他们来的太匆忙，老大那边的消息估计要过一会才到。那你们先在这里等着，我进去请示一下二当家的。好吧，你快去快回。
眼看其中一个岗哨快速朝着简易民房跑去，陈军果断掏出了几枚匕首，动手。兵王第一次带队执行救援任务，就遭遇上了究极难缠的敌人，甚至还被数量众多的敌人包围了。兵王为了带队突围出去，不得不选择了大开杀戒。说好的不让我参与战斗呢？情况特殊，你再废话，就把你自己留在这里。头儿，我算是服了你个老六了。啊，大爷，我已经这么配合你们了，你们可不能杀我。我说的是顺利帮我们进入简易民房，我们现在进去了吗？废话真多，都跟上。陈军带着众人快速朝着简易民房包去。闹什么闹？谁让你们开枪的？你们是谁？要你命的人。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问你，你怎么会说我们龙国话？大哥，我是芒北名家的，我们那边龙国人比较多，所以。芒北名家很出名吗？阴珠，芒北4大家族专门搞电诈的，坑害了不少咱们龙国人。妈的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老子赏你一颗花生米吃。大哥别杀我，我没有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你一个贩毒的，还好意思说不伤天害理？大哥，咱们这边受到龙国的压力，现在敢贩毒的已经很少了，比起那些搞电诈的，我们已经温和许多了。你们温和？妈的，绑了我们龙国的缉毒警察，还敢严刑拷打，你怎么有脸张这个口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，还看得清清楚楚，老子这就送你上路。大哥，饶我一命，我这也是被迫的，是我们老大让我们这么做的，为的就是拍几段录像拿出去卖。卖给谁？卖给白头鹰的 CBI 探员。果然有这个搅屎棍搞鬼，你带我们进去。明哥，你们是谁？别拍！接着拍，除了我们之外，现场所有人都要拍上。你谁呀？少废话，再逼逼一句，老子踹死你！是我拍，我马上拍。这家伙也会说龙国话，看来是你的心腹了。是我从家里带出来的仆人。好家伙，都什么年代了，竟然还有仆人这个称呼。大哥，我说错了，是我的伙伴。陈军跟明如剑攀谈的时候，其他几个队友已经把其他几个歹徒给制服了，而队伍里的唯一女医生已经上前帮童虎止了血，还做了简单包扎。你们别问不出想要的消息，就开始使用美人计了是吧？告诉你们，老子就是死了也不会说一个字的。红队，你不是已经说了这么多字了吗？我操，你们是龙国人？是的，我们接了上级命令，前来救你出去的。同志，我可算把你们等来了，谢谢祖国还记得我们。同队，你先别激动，现在手脚还能行动吗？不行就背你出去。我没事，可以自己走。不过同志，能不能先带我去后山一趟？去那里干嘛？这些畜生把我们另一个缉毒干警折磨致死，他的尸首就埋在后山，我要把他一起带回去。是吗？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也是听从老大的安排。不，闭嘴！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没有。好了，都别吵，咱们先离开这里。刚才闹的动静太大，恐怕敌人的援兵很快就到。好，不能拖累了同志们，咱们这就走。哎呦，我肚子疼。一听到援兵到了，就想办法拖延时间是吧？大哥，我真的肚子疼。好，你就留下跟这个房子一起陪葬吧。黑皮，准备爆破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不要丢下我。骆驼，把人带上。英主，这几个歹徒呢？都是一些亡命之徒，让他们跟这个房子陪葬吧。大哥，别杀我，我能帮你们录像。说了要在这里杀你们吗？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陈军玩了个文字游戏，他在这里杀掉他们，但不代表着去了别的地方，还留下他们性命。影珠已经准备好了，爆破！他们闹出这么动静，自然惊动歹徒头领，于是四面八方都涌来了歹徒，甚至还有坦克、装甲车参与其中。你们先撤。头儿，那你呢？我要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。大家相处也有半个月了，各自有多少能力也都知根知底了。听到陈军这么安排，其他几个队友没有任何犹豫的离开了。让你们尝尝高科技碾压的真正效果吧。陈军用一只手柄操控着电子干扰无人机，盘旋在寨子上空，整个寨子的通讯设备都失灵了。怎么回事？手机怎么一点信号都没有了？老大，不好了，咱们种植园的休息室被人给爆破了。知道了，一个破房子而已，回头重修就是法。老大，有人看到二当家被人带走了。什么？带到哪里去了？好像是后山方向。好你个明如剑，早就知道你不安好心了，现在终于不藏了是吧？由于明如剑来自芒北，是个跟龙国接壤的地方，所以歹徒头目从来没有信任过他。报告老大，咱们寨子的所有通讯设备都不能用了。不好，那个该死的芒北人一定是用了什么干扰设备。你带人突围出去，找到有信号的地方，向绿孔雀警署部门求援。妈的，老子可有绿孔雀的警署大佬，给我撑腰！你一个芒北来到外来户，凭什么跟我斗？歹徒内部势力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卷入了内斗，而陈军则早已经驾驶着无人机，把寨子的所有地形勘察完了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们的武器库了，接下来就让你们听个响的。兵王成功找到需要救援的人质，可惜敌人来的实在太快，为了帮助队友们脱围出去，兵王选择了独自留下，然后面对400敌人的围攻。接下来就轮到你出场了。
在陈军的操控下，机器狗悄悄溜进了前方寨子，并快速靠近了军火库。哪里来到机器狗？该不会是老大买的玩具吧？寨子后面那么大的动静，老大还有心思玩机器狗，可真是心大呀！咱们这个寨子蹲了上百个弟兄，还有坦克、装甲车等重武器，换我也不慌。不对劲，你看这机器狗背着的是什么玩意？卧槽，是烈性炸药，快闪开！不能放它进去，军火库里可是堆放了成吨的炸药。你他妈的疯了！这么近距离开枪，咱俩都得玩完。那你说该咋办？现在想要拦住他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咱俩先撤。那里面的弟兄怎么办？自己的死活都顾不上了，哪还有空管他们？不行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要是被老大知道了，咱俩都得没命。我给老大打个电话。有道理，我去通知其他领导，省得到时候没人给咱俩作证。两个歹徒掏出手机，边跑边拨号，却发现怎么都拨不通。妈的，这会怎么没有信号了？这可该咋办？我的也是，不行，跑着过去报告消息吧。只能这样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两人没有跑出多远，背后便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，紧接着两人便被先飞了出去。就不信你们不回来救援。陈军给其他队友说的是独自留下来殿后，其实他是另有打算。击杀一名歹徒，系统就会有1点积分进账。要是把这个寨子屠了，那不就赚大发了吗？若是被外人知道了陈军的真实想法，一定会骂他是个毫无人心的屠夫。而身为当事人的陈军，为了赚取更多的积分，他竟然朝着寨子内冲去。妈的，又出什么事了？地震了不成？老大，不好了，你赶紧出去看看吧。他奶奶的，就是天塌了，也有个高的顶着，慌什么慌？老大，比天塌了还严重，咱们的军火库爆炸了！放你娘的狗屁！军火库防守的那么严密，怎么会突然爆炸的？真的，老大，满仓库的炸药还有毒品全都炸没了，不信你闻闻。歹徒头目瓦沙克皱起鼻子闻了闻，吓得连忙出了房间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可是绿孔雀警署以及白头鹰 CBI 购买的货物呀，我拿什么赔给他们呀？你就是这里的老大。陈军听不懂瓦沙克在说什么，而对方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不过瓦沙克还是能分辨出陈军说的是龙国语言。你是龙国人，这都是你搞的鬼，是不是？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真后悔没让四爷留下。另外要给你提个醒，老子最恨被人指着，下辈子记得长个记性。不可一世的歹徒头目就这么草草的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击杀瓦帮头目瓦萨克，获得积分加100。还真是这里的老大呀！击杀他一个就有100点积分，那么这个什么瓦帮的小头目就一个也不能放过了。几个报信的歹徒惊恐地跪在地上，高举着双手。大哥，我们都是小喽啰，求求你放了我们吧！我知道老大的金库在哪，只要你放了我们，我就带你去。还有老大的老婆，大哥，你只要放过我，我帮你把人都抓来。倒还挺识趣，可惜你们都是我想要的积分，所以你们一个也别想活。他笑了，看来他并不追杀我们。果然是心善的龙国人，这么容易就放过了我们。老大没了，那他的那些老婆可都是弟兄们的了。陈军有些看不明白，明明都已经死到临头了，那几个歹徒怎么还笑得那么开心？哼，果然是没有人性的畜生，都去死吧！3个报信的歹徒就这么难以置信地咽了气。而与此同时，之前围剿陈军队友们的歹徒正浩浩荡荡地杀回寨子。来得好，正愁没法把你们集中起来呢。妈的，老大死了，被人偷家了，一定是那几个龙国人的同伙干的，我就给老大报仇。老三，大家都知道你跟老大关系好，但是现在老大死了，老二被人带走了，咱们这只有你说了算。对，三当家的，你就发话吧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平时给老大出谋划策的都是老二，我哪懂这个？老三呐，既然你不想接这个位置，那我就勉为其难，代替你行使这个职责吧。一时间回过未来的三当家顿时就不乐意了。凭什么让你代替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那你倒是想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呀。我想不出来。那就闪开，我来想办法。不行。就在瓦帮2个当家的为了夺权吵得不可开交之时，陈军已经悄悄摸向了寨子里唯一的一辆坦克。谁呀？想死了是不是？唧唧歪歪叫什么呢？给我去死！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接捅进驾驶员的喉管，驾驶员连开口的能力都没有，便无力的倒下了。咪咪，你是谁？又要弄脏手了，真是麻烦。陈军使用刺杀术，瞬间结果了副驾驶员，然后从炮架上倒下一颗炮弹，填充到炮管里。都给我去死！听到动静的歹徒们快速把坦克围住。妈的，谁在里面说话？真是成了雄心豹子的，竟敢冲着老大的房间开炮！等会把你揪出来，一定扒了你的皮！兄弟们，一起上，把里面的人揪出来！歹徒们乌泱泱地爬上坦克，狠狠砸着坦克车盖。却在这时，沉默许久的坦克突然发出了野兽一般的闷哼声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我还不想死。疯了，里面的人疯了吧？大家快跑啊！妈的，咱们寨子是不是闹鬼了？怎么出了这么多稀罕事？有载具精通的被动效果在，开坦克还不是手到擒来？积分们，老子来了！兵王独自闯进敌人老巢，不仅击杀敌人头目，还抢夺了一辆坦克。哇哇乱叫，寨子内的建筑至少2个子弟被压在了废墟下，就此断绝了性命。
妈的，怎么一点信号都没有？难道老天真的忍心看着我们被屠杀吗？不行，必须想个办法把那辆坦克破坏掉，否则咱们都得玩完。有了，我记得那辆装甲车上的重机枪，配备的有穿甲弹，应该可以破开坦克的防御。我会开车，我去开，再来一个兄弟负责射击。可是装甲车和坦克队真的场面出现了，在坦克面前，你们那破装甲车不就是白给吗？太好了，打碎坦克外层装甲了，就朝着那个地方打，一定能够打穿坦克防御的。别转了，我现在头晕想吐，根本没法瞄准啊！你忍一忍，真要停下来，被坦克瞄准了，咱俩都得玩完。妈的，跟他拼了！想凭借着穿甲弹打穿坦克的防御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了。陈军果断坐上驾驶位，疯狂真的是一朝装甲车撞去。卧槽，这坦克是人开出来的，他怎么比咱们的装甲车跑得还快？妈的，对面是个疯子，虽然通过撞击坦克撞不破装甲车的防御，但咱俩早晚要被震死。那咋办？赶紧校车，保命要紧。哼，算你们识相。坦克立刻熄火停在原地，而陈军则趁机爬出坦克，直接跳上了装甲车。坦克只能用来大面积杀伤，要想把这些歹徒全都收掉，还得用这把灵活的重机枪。为使速组获得积分加1，为使速组获得积分加1。耳边不断传来声音，让陈军扫射得更加卖力的，直到重机枪伤口彻底烧红，他才停了下来。差不多了，该跟队友们会合了。跟坦克比起来，装甲车还是灵活的多。陈军之所以没有直接摧毁装甲车，其实是早就考虑好退路。就是这里，你俩负责哇，我帮你们拍摄。说话间，周豪轻松夺走了录像机。啊，可是大哥，我们也没有挖土的工具啊。那就用手挖。大哥，用手挖得挖到什么时候？况且真要用手挖，我们双手会废掉的。是呀，大哥，不行就让我们找根粗树枝吧。少废话，就用手挖，否则送你俩一人一颗花生米尝尝。我挖还不行吗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？难道你还可怜上他们了？就他们做的那些破事，死上100次都不够。我不是在可怜他们，而是在心疼咱们的团儿。之前他搞出那么大动静，就是为了给咱们拖延时间。咱们不能在这里逗留太久了。拿着，赶紧挖。谢谢大哥，我这就开挖。明日剑使用工兵铲，卖力地挖着土堆，而他的那名心腹手下则站在一边干看着。这4倒是动手挖呀。可是大哥，我用手挖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工兵铲啊，况且还会影响明哥的速度。少他妈的废话，让你挖你就挖，再敢逼逼一句，老子一枪崩了你！是，我这就挖。现在众人都很仇视这两个穷凶极恶的歹徒，若非是陈军的要求，他们早就把他俩崩了。大哥，终于挖出来了。老刘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国家并没有忘记咱们，派人迎接咱们来了。可惜你怎么就走了早一步呢？哭着伤心，闻者落泪，看着牺牲的缉毒战士，众人是既痛心又愤怒的。童队，你别这么激动，给你刚刚包扎的伤口会撕裂感染的。童队节哀，眼下当务之急是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你放心吧，童队，这血仇一定会让他们血偿的。我们先离开这里，然后才能呼叫支援，把这个歹徒老巢全部剿灭，给咱们的同志报仇。好，我听你们的。众人刚刚车横冲直撞的朝着众人奔来。花儿不会出事了吧？怎么放出来了一辆装甲车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，大家都做好战斗准备。哈哈，老子的救援到了，你们不是想杀老子吗？倒是来呀！你们不是挺嚣张吗？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掉。开枪把他们都崩了。你要崩了谁？崩了他们。卧槽，大哥，这都是误会。原本以为等到救援的明日剑，正准备作威作福一番，却在转身看到握着重机枪的陈军后，吓得魂都飞走了。大哥饶命，这都是明哥逼我的。你麻痹的，谁逼你了？都闭嘴！我本来就没想留着你。大哥，你之前不是说？没错，我说了，在简易民房那里不会宰了你们，不代表到了这里还会饶过你们。你不能杀我，我是白头鹰 CBI 派遣到这里的卧底。有什么证据？我有证据，之前拍的那些视频，我们都发给白头鹰 CBI 部门了。那部录像机里有档，我拿给你看。说着，明如剑就起身想要抢夺录像机，却被周豪一脚踹开。老实交代，你们之前都拍了哪些视频？又是怎么跟白头鹰的 CBI 部门交易的？是，我都说。明如剑把之前犯下的种种罪状全都吐露了出来，顺带着把他跟 CBI 的交易方式也都说了出来。大哥，我把知道的都告诉给你们了，能放我走了吧？先别急，我问你，你们芒北4大家族有多少人？老错，不说是吧？那就只能送你上路了。我都说。明如剑又一五一十的把芒北4大家族的成员数量以及武装配置全都讲述了出来。大哥，这回能放我走了吧？好，你可以上路了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明如剑刚刚身后就传来了枪声。兵王凭借着一己之力将敌人的老巢彻底摧毁，然而兵王并不知道的是，一伙训练有素的杀手正直奔他而来。大哥，看在上帝的面子上，就饶了我吧。
真没看出来，你这种穷凶极恶的渣子，竟然还会信教。只是求个心安而已，大哥，只要你放我一马，你让我信什么都成。宽恕你是你们上帝的事情，我只负责送走你。不要了。负责录像的歹徒爬起来就跑，然而他怎么可能跑得过子弹？把他俩的尸首埋进那个土坑里。嘿，这种垃圾就该让他们暴尸荒野。这里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来，为了拖延他们的时间，把他们的尸首埋起来是最优解。好吧，头都听你的。头儿，之前那边寨子里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，你不会也全部把他们的尸体掩埋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就一个人，哪能一下子把上百个歹徒全部掩埋了？头儿，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寨子里匪帮全都给灭了？是的。头儿，我这次算是彻底服了。可是头，你之前不是说为了掩人耳目，才让我们掩埋这2具尸体的吗？可寨子那边，我故意留给他们的线索，就是为了让后来的人产生误判。明白了。黑皮、铁板、马尾、抱抱，你们4个带同队赶紧离开这里。同志，那你呢？我另有安排，况且这一辆装甲车也挤不下我们这么多人呀。头，让他们3个带人离开吧，我留下来帮你。不用，我的身手你也是见识过的，不用担心我的安危，反而是同队那边有了你的保护，我才能放心让你们离开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代号是影珠，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。同志，我知道你们出外执勤，不方便暴露姓名，可我回去到哪去找你呢？同队，你干嘛要找我？当然是要感谢你们了，你们冒险把我营救出来，这么大的恩情，我怎么能不报答呢？同队，你们才是为了国家拼尽一切的英雄，我们代表国家来营救你，这都是应该的。谢谢你，同志。不管是龙国的缉毒干警，还是身处一线的战士们，其实他们并不畏惧牺牲，他们只是害怕的是会被人们遗忘。同队，时机不等人，你们赶紧离开吧。好的，我们有缘再会。妈的，眼睛里进砖头了，难受死我了。这才哪到哪，后面还有更让你难受的呢。头儿，我早就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专挑我一个人坑呢？我不是在坑你，而是督促你快速成长。我信你个鬼，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没有办法，我要独自行动的话，就没法带那么多无人机了，也只能委屈一下他了。陈军之前在系统商城里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多功能智能平台，外形也正是陈军想要的手表形状，奈何想要兑换它，就需要攒下2万点积分，这也是陈军这么执着团灭匪帮的原因。头儿，你想什么呢？该不会又在想什么损招来坑我呢？一边玩去，我正在考虑接下来的任务细节。咱们还有任务，头儿，咱们出来不就是营救同队的吗？确实如此，但是你们之前也听明卢剑说了，芒北有着不少电诈园区，正在坑害咱们龙国公民呢。头儿，你该不会是想对他们动手吧？没错，我准备带你们去芒北一趟。不行，头儿，咱们就3个人，怎么可能跟芒北盘根错节的4大家族斗？这太危险了，我不同意你的计划。不同意也得同意，谁让我们你们队长了？虽然你是队长，但也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什么吧？四眼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一直沉默寡言的四眼被点名后，只能无奈的挠了挠头。骆驼，我觉得尹珠不像那种一味莽撞的人，咱们先听听他的详细计划吧。看看人家有学问就是不一样。你们喜欢疯就自己疯去，反正我是不会跟你们一块行动的。好，骆驼，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。真的，头儿，你可要说到做到哦，别回去了给我穿小鞋。我不会记你的账，因为回去以后你就不在我的小队了。我去，陈群，你能再损一点吗？出门在外要叫职称。亲，算你狠，队长你个老六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看到陈忠没了退役，陈军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毕竟少了个扛箱子的苦力，还是很麻烦的。其实人少有人少的好处，你们听听我的计划安排，就知道接下来的行动并没有那么危险了。陈军把提前想好的计划快速讲述了一遍，其他2人听完，神色各不相同。头儿，你这计划靠谱吗？绝对靠谱。头儿，我觉得这个计划可以再校正一下细节。有学问就是好，跟我想到一块去了。四眼，那补充细节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这下傻眼了吧？让你之前不帮我说话。四眼是真没想到，陈军竟然会真的心大到让他一个新手去完成这么重要的行动细节。四眼，相信自己，你能行的。我尽力吧。四眼，还有一个任务交给你。还有头儿，我的个人能力有限，一个人完不成这么多任务。你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这个任务难度并不高。是吗？是的，四眼，你把之前录像的视频拷贝一份，然后匿名上传到网络上，记得备注上多国文字。头儿，就这？是的，就这，能不能完成？头儿，你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注意把视频中出现我们的片段全部剪掉。头儿，你放心吧，我之前咱们大队的通讯部就是做保密工作的。很好，这件事做越快越好。我现在就做。四眼拿着录像机一番摆弄后，成功扣出了内存卡，然后又从陈忠扛的箱子里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开始剪辑起了视频。走吧，咱们先离开这个地方，视频可以边走边做。陈军3人刚刚离开不久，那个被摧毁了大半的寨子里就来了几个绿孔雀的警察。报告，依这个寨子的摧毁程度来看，蓝人必然拥有重火力武器，而且还不止1人。能确认对方的身份吗？十有八九是跟瓦沙克绑架的龙国人有关。
妈的，瓦萨克这个混蛋就会给老子惹麻烦。他死了不要紧，可千万别把货丢了。报告，经过询问侥幸存活的当地人，已经可以确认，上头要的货全都被毁了。君王带队偷袭了匪徒老巢，直接摧毁了匪徒体系其他的寨子，然而寨子里却储藏着两方势力交易的货物，被破坏了生意的白头鹰探员更是气得口吐芬芳起来。马泽法克尔，这究竟是谁干的？赶紧给我去查！4人剪辑过的视频一经上传网络后，便瞬间爆火了，而被多次点名的 CBI 部门更是成了全球网民口诛笔伐的对象。史密斯先生经过询问绿孔雀的警督先生，已经确认是龙国人搞的破坏了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身为当地的绿孔雀警署，反应还没曝光视频传播的快，真是养了一帮饭桶。史密斯先生，绿孔雀警督先生说了，他第一时间就派人前去探查了。那为什么传递消息的速度这么慢？史密斯先生，绿孔雀警督先生说，他是为了查找罪魁祸首的具体信息，才耽搁了不少时间。那他查出什么来了吗？查出来了，经过多番搜查现场、废墟角落，最终他们发现了这样一把匕首。又是他，那个刺杀知了侯最高统领的神秘刺客，怎么哪都有他的身影？史密斯先生，绿孔雀警署先生那边还等着您的答复，您准备怎么回答他的问题？史密斯专员头疼的在原地踱步了半天，最终狠狠拍了拍桌子，转告他们，让绿孔雀警署联合当地军方势力，封锁所有边境关卡，一定不要让凶手跑了。是。另外转告绿孔雀警督先生，让他派出当地最好的杀手，去追踪那个龙国刺客的下落。好的，我这就转告绿孔雀警督先生。等一下，花高价从当地黑市雇佣最好的赏金猎人，也加入搜捕工作当中。可是史密斯先生，这个雇佣赏金猎人的经费该从哪出啊？经费的问题不用你们操心，最近上报的一批枪械维修经费马上就要下来了，大不了我这次少抽1成就完了。明白。白头鹰 CBI 探员是出了名的肥差，每年经费不断，他们都要从中截留一部分，这已经成了上下墨守的规矩。接二连三的坏我好事，该死的龙国猪，能让你这个世界上多活1秒，就是我的失职。与此同时，陈军3人已经到了银三角的争议区域，只有穿过这里，才能抵达芒北地区。而如今这边突然多了不对劲，老二，恐怕咱们从这边过不去了。之前搞出了那么大的动静，经过这段时间的发酵，估计当地权贵们已经反应过来了。两人同时看向陈军，却发现他愣在原地。恭喜宿主完成救援任务，获得救援大礼包1份。看来其他几人已经顺利护送同队出去了，这我就放心了。系统打开大礼包。礼包已开启，恭喜宿主获得具体强化机会+1，目前强化程度为10%，获得被动技能伪装精通。伪装精通可使宿主拥有高超的伪装能力，甚至能够骗过仪器的抽查，技能可升级。眼下这片争议区域搜捕力度突然大了这么多，这个技能来的也太及时了。然而陈军还来不及高兴，耳边再次传来了系统播报声：检测到宿主击杀的敌人数量过百，且机体强度开发至10%，达成100人斩成就，奖励机体强化药剂+1，系统商城已升级。之前系统只是奖励强化敌魂，这次竟然奖励了一管强化药剂，这倒是挺让陈军意外的。打开商城面板，嘿嘿，又解锁了这么多高科技装备，我要兑换部分道具，还有那一管强化药剂，上报给国家，上头该怎么奖励我呢？陈军久久不语，只是一味的傻乐，却把一旁的两人看得急了。头儿这是怎么了？该不会是中风了吧？据我观察，头儿不像是中风了，而是像梦。别胡说八道，这大白天的，头儿怎么可能会梦游？梦游又不限时间地点，只需要……你们在说什么？啊，头儿，你总算是开口说话了。你知道刚才你的样子有多吓人吗？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刚才内心里很矛盾，正在考虑要不要告诉你们我的秘密呢。经过一番短暂思考后，陈军还是放弃了把高科技产品上报给国家的想法。他担心别人把他当怪物研究。头儿，咱们少说也相处了半个月，你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吗？说的好像你很了解我。那你看这是什么？头儿，这是啥玩意？机体强化药剂。你们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这么强吗？这就是原因所在。机体强化药剂还有这种玩意？3人中学历最高的4人立刻明白过来这管强化药剂的真正意义，他直接兴奋地抓住陈军的手臂。头儿，有这玩意，你怎么不提前掏出来呢？就是之前你把我们练得那么狠，还以为你这么厉害，都是拼命训练的，结果也是靠药剂堆出来的呀。陈军刚想解释，却又被4眼抢先。头儿，你知道吗？要是把这种药剂送到相关部门去研究，这会是多大的功劳吗？你俩先冷静下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首先，这管强化药剂我也只使用过1次，但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，我是至今难忘。为了安抚住两人，陈军不得不说了谎。我去，这药剂这么霸道的吗？会不会有副作用啊？这就是我要讲的第2点，副作用。就目前来看，我的身体没什么异样，但谁又能保证机体强化的效果是靠寿命换来的？也就是说，用这玩意会短命。理论上来说，这种药剂的作用是激发自身的潜力，但潜力过度开发的代价很有可能就是短命啊。
至于上报国家的问题，我不是没有考虑过，但这玩意我是通过非法渠道拿到的，一旦追查起来，我的军旅生涯可就彻底结束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还是不要急着上报国家为好。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当初使用这种药剂也是被逼无奈的结果。谁又能保证服用后会不会有反效果？这责任我可担不起。头儿，你不用说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我明白你的苦衷。可是头儿，你都说这玩意是个不确定因素，那你还拿它出来干嘛？你们也看到了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，咱们要突围不出去，必然会凶多吉少的。头儿，目前的情况确实很严峻，但是真要用了这玩意，提前进了怎么办？反正横竖都是意思。头儿，你把药剂给我，我愿意尝试一下。我之所以毫不保留的告诉你们我的秘密，就是因为你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。头儿，这里不就多了一点搜查关卡而已吗？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？陈军果断指着远处鬼鬼祟祟的几人，让陈忠两人看去。那你们看，他们是做什么？